男人重生成了一条恶龙，开局就掳走了精灵国公主，可公主却主动粘上了这条恶龙。她不但对恶龙的身体爱不释手，仅仅是初次见面，两人就发生了甜蜜而美妙的邂逅。安娜正值人生中最美好的年纪，此刻她却被黑心父亲锁上了无情的镣铐，扔在安留斯帝国广场静静等待死亡。只因安留斯国王想利用她做诱饵，捕获这条被驱逐出龙巢的黑龙。上当的黑龙见公主被绑得不能动弹，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她抓到了空中。巫师梅森立刻挥舞着手中的法杖发起进攻，同时数名士兵的弓箭像骤雨一般射去。然而这一切都被黑龙坚硬的外壳挡住。梅森见状立刻蓄力使出秘术，下一秒一道紫色雷电击中黑龙的翅膀，他发出一道痛苦的哀嚎，但并不致命。最终黑龙拖着残缺的身体带着安娜躲进了一处山洞昏迷了过去。再次睁开双眼的黑龙却换了一个灵魂。苏年大骂道：谁把谁撒到老子的电路里了？听到自己的发出的声音，他瞬间呆住。什么声音？刚刚是我在说话吗？受到惊吓的苏年连忙起身逃跑，头却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站起身来看着前面水中的倒影，他震惊了。难道是我现实中已经记了，转生成了一条龙？一时难以接受的他突然回头看到了自己残缺的翅膀，顿时忍不住哭了。怎么还是条残龙？就在这时，一双绝美的玉足引起了他的注意，走近一看竟是个妹子，不过看这情况像是受了很严重的伤。就在他考虑要不要做个龙宫呼吸的时候，系统突然出现在了他眼前，而且看样子还不止一个。苏年瞪大眼睛看着数不清的系统，忍不住嘚瑟了起来。莫非我就是传说中的天选之人？由于系统过多，开始自动融合，简称为恶龙系统。然而这个系统也是深得他的喜爱，拥有特殊女性 NPC 好感度，能触发特殊能力，击杀正义势力或玩家方可获得系统点，对自身身体各个部位进行强化改造，并且拥有特殊女性 NPC 好感度，能触发特殊能力。苏年满脸问号，什么 NPC 玩家？难道我在游戏世界吗？系统发布攻略女性 NPC 的任务打断了他的猜想。片刻后，苏年大声喘着粗气，安娜的脸也跟着羞红了起来。苏年沉溺在霸道龙总爱上我的书中，笑得乐此不疲，似乎忘记了一旁安娜的存在。无意间抱住黑龙尾巴的安娜突然感觉身上温暖了许多。苏年猛然从书中惊醒，回头瞄了一眼安娜，特殊萝莉 NPC 果然不一般。系统突然检测到安娜仅剩2天寿命，且好感度-80，处于畏惧状态，请宿主将好感度提升至0，方可获得第一阶段特殊能力。就在他为了安娜仅剩2天寿命伤心之时，背后突然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山洞的冰冷令安娜不由自主地靠近苏年的尾巴。这里好暖和。苏年羞红着脸，瞬间化身小暖男，为安娜盖上了一张从角落里翻出的熊皮，这样应该就不冷了吧。一个小小的举动就提升了10个好感度，但距离好感度提升至0依然还差很多。于是苏年便和系统商量，能不能先借些系统点强化一下受伤的身体，然后再提升好感度。一番软磨硬泡之后，系统给予了他身体临时恢复体验卡，时长30分钟，不过半个小时过后将会变得更加虚弱。一想到身体虚弱的安娜仅剩2天寿命，和自己残缺的翅膀，顶着风险也必须要使用临时恢复卡，苏年片刻不敢耽误，要先找食物才行。正打算摘些水果回去之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现在是条龙，得找些肉吃才行，不然半个小时后陷入虚弱状态，没有足够的食物可能会饿死。突然树林中一阵骚动，3只银月魔狼张牙舞爪地跑到了苏年面前。狼的领地意识极强，难道这是他们的食物？但是自己现在是条黑龙，按理说一般生物不敢轻易靠近才对啊，可这莫名紧张的气氛是怎么回事？下一秒银月狼朝着他扑了过去，出于本能反应，苏年张开巨口咆哮示威，就干掉了前来争抢食物的银月魔狼首领。剩下的2只魔狼跟班吓到目瞪狼呆，可愤怒的苏年根本不打算放过他们，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食物的争夺战斗，更是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安娜公主。苏年盯着安娜左右徘徊，一直这么昏迷，我要怎么喂她呀？突然安娜站了起来，拿出一块锋利的石头朝着苏年狠狠骂道：走开，你这个！话音未落，安娜被其用苹果堵住嘴巴，画面仿佛定格在了这一刻，直到苹果从安娜的口中脱落，她带着哭腔委屈极了：巨龙先生，你是要吃了我吗？苏年看着安娜，顿时不知所措，没有啊。可在安娜眼中，她却是面色凶狠的在朝着自己吼叫，当场又吓晕了过去。苏年满脸疑惑，怎么又晕倒了？直到在系统中看到安娜处于惊恐状态，他才明白，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给安娜治病才行。在系统的推荐下，苏年立刻使用击杀魔狼获得的30系统点，兑换了一株中药材黄芩。可苏年根本不知道药材该怎么用，思来想去，最终做了一个难为情的决定。苏年先是把药材放进口中咀嚼，然后缓缓低下头，将浓缩的药材汁用嘴巴精准投喂给安娜。就在安娜吞下的一瞬间，苏年身体临时恢复卡的时间突然到点了，眼皮像是中了几10倍。而此刻安娜意识深处，一束温暖的阳光照耀在头顶，顺着这道暖阳望去，空中出现一只黑龙，离自己越来越近。就在即将撞到自己的那一刻，安娜眼泛泪花，猛然醒来。她发现自己被保护在硕大的翅膀之下，嘴中的苦涩好像是药的味道。看着眼前满地新鲜的水果和巨龙口中黄芩的残渣，无疑不再证明是巨龙救了自己。安娜对其的好感度瞬间飙升了60。随后她壮着胆子凑近苏年身旁，连喊数声却看不到一丝反应。
让安娜下意识的怀疑，难道是自己刚刚刺那一刀的原因吗？愧疚感迫使她希望苏年尽快好起来，这也让安娜对其好感度再次飙升。恭喜宿主好感度达到第1阶段要求，奖励2000系统点，获得初级吞噬能力，进食可以迅速恢复体力，并且会产生一定的自愈能力，但相对食量也会增加。苏年看向晕倒在地的安娜，现在更像是一顿美餐，他强行咽下口水，不能吃，更何况安娜对自己的好感度都90了。苏年忽然缓过神来，90？我睡着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安娜已经被我的魅力彻底折服了吗？就在这时，安娜猛咳一声，打断了苏年的臆想。系统显示安娜仅剩1天寿命，他立刻寻求系统的帮助，但却看到自己攻略 NPC 成功，不仅拥有2000系统点，身体还满足了改造条件。苏年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改造功能，原来身体改造可分为体内和体外2种。他短暂思考片刻，最终决定先改造眼球，利用其改造所带来的能力，看看安娜伤势如何。就是他了，系统，我要兑换初级洞察术。紧接着苏年眼球传来一阵酸痛，很快他就看到了安娜的信息。就在他觉得安娜能活着是个奇迹之时，洞口传来声音，是龙息，看来龙就在附近了。这伙人正是黑葵佣兵团，其中为首的分别是大骑士威尔斯、火系法师瑟琳娜。躲在暗处的苏年见来者不善，立刻吩咐系统改造爪牙和鳞片。为了战斗不波及到受伤的安娜，苏年选择将众人引到更宽广的洞外。大骑士威尔斯见状，当即指挥佣兵团迎战。反观瑟琳娜发现那头傻乎乎的黑龙似乎和之前有些不一样，想到这里，瑟琳娜马上向众人发出提醒，可却被威尔斯嘲讽是胆小鬼。大家不要理他，要不是他在安留斯广场没有释放出束缚术，我们早就抓住那条愚蠢的黑龙了。随我追上去，别让黑龙逃跑了。反观瑟琳娜，见巨龙向森林深处逃跑，他断定巨龙逃离的山洞中肯定藏着宝藏，而此时这群人在苏年眼里就是一群人渣。翱翔苍穹之上的他一个俯冲，利用进化后的利爪刺入人的皮肉，士兵们发出一阵痛苦哀嚎。这次他不再心慈手软。紧随其后的威尔斯见状，一股怒意涌上心头，提起长剑呵斥道：“受死吧！”一剑狠狠命中苏年的鳞片上，可竟看不到一点伤痕。威尔斯惊道：“这怎么可能？”苏年回过头来，像是有跳蚤在挠痒一般，紧接着他口吐腐蚀性液体，瞬间将威尔斯头颅腐蚀得一干二净。怯懦的士兵见状吓得四处逃窜，然而苏年根本不打算放过这群人，因为在他眼里每个人头都是10系统点。一番收割下来，苏年总感觉少了一个。很快他就想到了那个女法师，于是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山洞。此时正在为安娜疗伤的瑟琳娜注意到洞口浮现出巨龙身影，虽然施展治愈魔法耗光了她大部分能量，但她还是强撑着身子想要驱赶苏年，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使出束缚术。落网的苏年瞬间懵了，这是什么鬼东西？瑟琳娜露出一脸诡异的笑容，想到人龙兽不清，苏年马上质问她究竟想干嘛，然而瑟琳娜却只顾着傻笑。苏年受够了这个疯女人，挥动翅膀震碎束缚网，一怒之下将其踩到脚底，说：“是谁派你们来的？”苏年突然意识瑟琳娜可能还听不懂自己讲话，便立刻让系统强化改造声带。改造完成之后，苏年再次质问：“是谁派你们来的？究竟有何目的？”原来他是安留斯国王的雇佣兵，传闻安留斯王子在某些方面不行，而此行的目的则是为了嘎龙腰子，为安留斯王子补身体。苏年顿时火气十足，不过这可苦了脚下的瑟琳娜被压得喘不过气，她挣扎道：“不要用力啊！”与此同时，因为没有抓到巨龙，安留斯国王大发雷霆，当即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巨龙抓回。作为抓捕巨龙队伍一员的瑟琳娜，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成功被苏年绑到了石壁上。念在瑟琳娜刚刚为安娜治疗的份上，苏年并没有为难她，而是催促着她赶紧继续为安娜治疗。瑟琳娜仔细查看了一番安娜的身体状况，目前损耗太过严重，不是一瓶药剂就能恢复的。因为瑟琳娜不是专业的治疗法师，所以她也无能为力。就在这时，安娜突然开口：“巨龙先生，我能活到现在已经很庆幸了，就算治不好也没关系的。”虽然嘴上这样说，但系统还是检测到安娜情绪现在很不稳定，需要安慰。闻言，苏年紧紧盯住安娜，突然将其一口吞掉。瑟琳娜大声吼叫起来，她说：“没关系，也没让你吃掉她呀。”下一秒，苏年就咬断锁链，把安娜完好无损地吐了出来。原来苏年是想利用龙涎疗伤，随后叼起二人就要离开山洞找个新的住所。片刻后，满脸洋溢着幸福的二人香得直呼受不了，仅仅是一顿烧烤就让二人成了苏年小跟班，可这香味也引起了附近狗头人的注意。苏年也看懵了，这什么东西？狗头人看见苏年瞬间沉默，然后竟抱着他不肯离开，不仅赞不绝口，甚至跪求成为苏年忠实的奴仆，永远追随。苏年从系统得知狗头人是弱势群体，对强大者有着盲目追求，这也让他忍不住质问道：“你们这么弱，对我有什么好处吗？”玻璃当即两眼放光，虽然我们羸弱不堪，但我们可以为您筑龙巢，还能找到珍稀矿脉，这么大一颗韭菜不割白不割。苏年立刻回应道：“那就看你们的诚意了，我现在需要一个龙血。”玻璃挥手示意：“遵命主人，请跟我来。”众人踏过一片翠绿的草地，映入眼前的是一片美丽错落有致的房屋，这里充斥着大量的食物与物资。玻璃谄媚道：“主人，这里是碎崖部落，您的国王开始的地方。”苏年对此很满意，从今日起，我将接受你们的忠诚，并以龙的名义起誓，唯以保护和安定。
苏年刚和狗头人完成签约仪式，结果就发现他们个个身负重伤，便问其缘由。波里顿时眼泛泪花：“主人，你要替我们做主啊！”原来在不久前，伊特怪带领蜘蛛群占领了他们的矿场，不仅抢走了矿洞，还打伤了不少狗头人。最终波里只能带领幸存的族人来到这洞穴安家落户。听到矿洞，苏年顿时来了兴趣，有矿洞就意味着有钱，于是他立刻询问矿洞的情况。从波里口中得知，那里共有5只伊特怪，蜘蛛数量不小。随后他便让系统打开伊特怪属性面板，开始分析自己酸性龙息伤害有限，肉搏又容易被蜘蛛群包围，如果能将龙息改造成喷火就好了，但现在需要1000系统点才能强化改造。想到这，苏年向波里打听附近有没有人类强盗或者黑兽佣兵团。在得知银月森林中有一伙叫狂风山寨的山贼后，苏年立刻召集将近一半的狗头人去看看。另一边，山贼们刚抢完东西满载而归，就在他们喝酒庆祝之时，苏年突然从天而降。此时每个逃跑的山贼都成了行走的系统点。苏年纵身一跃，悬浮在空中，向地面喷射腐蚀性液体，腐蚀所带来的疼痛瞬间令山贼失去抵抗能力。紧随其后的狗头人负责收割。一番战斗下来，苏年获得1020系统点，刚好可以强化改造自身，同时还缴获了大量物资。最让苏年兴奋的就是这化形药水，能让非人生物短暂幻化成人。此刻的瑟琳娜看着家中仅剩的老弱病残，认为是逃离恶龙的绝佳机会，刚走2步就被安娜叫住：“姐姐，这是要去哪里啊？”瑟琳娜叹了口气：“猎龙失败，佣兵团覆灭，自己似乎没有地方可去。反观安娜却能和狗头人融洽相处，留在这倒也不错。”突然狗头人指着门外说道：“他们回来了。”然而等苏年真正赶回来之时，迎面而来的却是一根法杖。他怒斥道：“发什么疯？我是苏年！”可当其定睛一看，房屋尽毁，周围布满蜘蛛网，一片狼藉。瑟琳娜强撑着身子摇摇欲坠，但好在苏年手疾眼快：“对不起，都是我没用，没守护好安娜。”闻言，苏年立刻让系统强化改造自己。只因苏年得知玩家还有3天诞生，届时赌局正式开始，输的一方将彻底毁灭。苏年则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最终 BOSS 的责任。他立刻吩咐波里3小时内摸清森林中所有魔物的势力。苏年看着自己的属性陷入了沉思。土著杀土著没有经验提升，但玩家却没有这样的限制，况且土著数量明显多于玩家。游戏的本质就是土著与玩家的博弈，这注定是一场资源不平等的战斗。或许通过锻炼所带来的强化提升是唯一一个破局点。苏年突然叫住路过的狗头人，看向其属性面板几乎没有任何战斗能力，于是便令狗头人围着洞穴跑6个小时。果然，等狗头人锻炼过后，总体属性都得到了小幅度提升。就在这时，波里送上了一张地图，上面清晰地标注着森林中各个部落的位置，想必每个魔物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下一秒，烈火兔首领、蛇姬兽首领、长毛猪首领都挨了苏年一个大比斗。你们不用怕，正如我所知，世界将迎来一个巨大的危机，我们必须团结，我们要共同守护银月森林。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魔物们感动得痛哭流涕。就在苏年觉得自己像传销组织之时，红毛兔突然开口：“该如何抗衡？毕竟我们都很弱。”苏年突然脸色一沉，接下来开始魔鬼训练。紧接着魔物们纷纷开始按照苏年制定的计划开始训练。这个赌局我赢定了。另一边，平行世界水蓝星，天空降临一个巨大的时间沙漏，人们身体随之逐渐开始虚化。紧接着一个声音响起：“世界赌局游戏正式开始，恭喜被选中的玩家，请尽情的入侵。游戏规则1：玩家不得退出游戏，死亡后将进入世界广场等待复活。规则2：完成任务会获得侵略点，可用于兑换道具以及生活所需。规则3：游戏世界会随机刷新宝箱，宝箱内有各种丰厚的奖励。规则4：初次死亡后复活时间为5秒，每次复活时间翻倍。规则5：在世界广场中死亡将被判定为真实死亡。”与此同时，苏年头顶冒出大量玩家降临的警告，玩家将诞生于新手村内，而在新手村有1周保护时间，保护期间所有进入村内的土著人将会被抹除记忆。突然，一个巨大的宝箱从天而降，可当苏年打开却空空如也。原来只有玩家使用钥匙打开宝箱才能得到奖励，然而苏年又怎会遵守规则，在这老实守宝箱？只见其将魔兽首领召集起来，而此时刚拿到化形药水的苏年还在幻想着自己的快乐生活。就在他兴冲冲地回到家时，却发现安娜被伊特怪抓走了，只剩下瑟琳娜一人强撑着身体倒入苏年怀中的那一刻，瑟琳娜心头顿时传来一股愧疚感：“对不起，是我没守护好安娜。”闻言，苏年立刻吩咐系统强化初级龙息，随后让波里带路前往伊特怪巢穴。不料刚一到达伊特怪的巢穴，苏年就被其圈养的巨型蜘蛛布置好的陷阱牢牢粘住，即使他冲破头皮也无法挣脱。苏年被彻底激怒了，直接利用刚改造的龙岩将蜘蛛怪全部烧掉，紧接着冲进伊特怪巢穴，只要见到伊特怪就是一顿毒打。幻化成人的苏年最终在最偏僻的一处洞穴发现了安娜的存在。此刻被五花大绑的安娜通过气味识别出了眼前这个少年正是苏年。就在他抱住安娜的那一刻，安娜对其好感度竟直接飙升到了200。恭喜宿主获得3000系统点，并奖励终极吞噬技能。苏年开心极了，这可比打怪赚系统点快多了。于是回家后，他立刻给安娜为各种恢复药剂刷好感度。瑟琳娜呵斥道：“
这又不是糖水，哪能当饭吃？闻言，他立刻想到击败山贼夺回的战利品中好像有糖果，随后马不停蹄地开始翻找。突然，一个特别的箱子吸引了苏年的目光，他掀开盖子一看，竟是一个肤白貌美的萌妹子。苏年顿时懵了，这什么情况？一旁的瑟琳娜见他愣在原地，当即走到其身后质问道：“你在做什么？”可当瑟琳娜发现箱子中的女人时，出于本能反应，尖叫着赏了苏年一个大嘴巴子。你这头色龙！安娜闻讯赶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却被瑟琳娜捂住眼睛，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挡住安娜的好奇心。幸好有狗头人玻璃作证，女人是在击败山贼时无意间被装回来的，要不这下真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就在这时，一个宏大的意志笼罩了整个世界。瑟琳娜和安娜头上凭空多出个血条，系统提示道：赌局开始，本世界所有生灵将半数据化，天选者降临倒计13天。苏年立刻询问系统：难道这是在游戏里吗？原来相对苏年并非游戏世界，只是天选者来自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平行世界。天选者们初次死亡复活时间为5秒，每次死亡复活时间将会翻倍，以此类推。宿主可以将自己理解为防守端。赌局正式开始，输的一方将彻底毁灭。苏年则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最终 BOSS 的责任，他立刻吩咐玻璃3小时内摸清森林中所有魔物的势力。苏年看着自己的属性陷入了沉思，土著杀土著没有经验提升，但玩家却没有这样的限制，况且土著数量明显多于玩家。游戏的本质就是土著与玩家的博弈，这注定是一场资源不平等的战斗。或许通过锻炼所带来的强化提升，是唯一一个破局点。苏年突然叫住路过的狗头人，看向其属性面板几乎没有任何战斗能力，于是便令狗头人围着洞穴跑6个小时。果然，等狗头人锻炼过后，总体属性都得到了小幅度提升。就在这时，玻璃送上了一张地图，上面清晰地标注着森林中各个部落的位置，想必每个魔物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下一秒，烈火兔首领、蛇姬兽首领、长毛猪首领都挨了苏年一个大比斗。你们不用怕，正如我所知，世界将迎来一个巨大的危机，我们必须团结，我们要共同守护银月森林。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魔物们感动得痛哭流涕。就在苏年觉得自己像传销组织之时，红毛兔突然开口：该如何抗衡？毕竟我们都很弱。苏年突然脸色一沉，接下来开始魔鬼训练。紧接着魔物们纷纷开始按照苏年制定的计划开始训练。红毛兔每天跑400米5万圈，蛇姬兽每天卷腹3000组，二师兄更是直言要壮秃这片森林。这个赌局我赢定了。另一边平行世界水蓝星，天空降临一个巨大的时间沙漏，人们身体随之逐渐开始虚化。紧接着一个声音响起，世界赌局游戏正式开始，恭喜被选中的玩家，请尽情的入侵。游戏规则1，玩家不得退出游戏，死亡后将进入世界广场等待复活。规则2，完成任务会获得侵略点，可用于兑换道具以及生活所需。规则3，游戏世界会随机刷新宝箱，宝箱内有各种丰厚的奖励。规则4，初次死亡后复活时间为5秒，每次复活时间翻倍。规则5，在世界广场中死亡将被判定为真实死亡。与此同时，苏年头顶冒出大量玩家降临的警告，玩家将诞生于新手村内，而在新手村有1周保护时间，保护期间所有进入村内的土著人将会被抹除记忆。突然，一个巨大的宝箱从天而降，可当苏年打开却空空如也。原来只有玩家使用钥匙打开宝箱才能得到奖励，然而苏年又怎会遵守规则在这老实守宝箱？只见其将魔物首领召集起来，示意他们在森林中搜集宝箱，随后又让玻璃把狗头人特制的炸弹都拿过来，紧接着又从系统中兑换出一张世界地图。凭借自己上一世多年打游戏的经验，他深知新手玩家有个致命的缺点，好奇心太重。很快狗头人将宝箱和炸弹都拿了过来，苏年当即命令玻璃将炸弹全都放进宝箱里，然后藏进灌木丛深处。说完，苏年顿时心中一阵狂喜，这把稳了。新手村内，有的人刚触发新手任务，正在老老实实的搭建房屋，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准备去新手村外面看看。龙巢里，瑟琳娜正努力练习着魔法，恋爱脑艾弗琳却始终想不明白，男友为何会把自己卖给强盗。她发誓，若是再见到男友，一定亲手将其废掉。在苏年眼里，艾弗琳就像个泼妇，反观安娜简直就是个傻白甜。就在这时，玻璃传来有人走出新手村的信息。很好，看来已经有人耐不住性子了。闯进森林中的新手很快就发现了宝箱的存在，可他们不知已然落入了苏年的陷阱，因为宝箱中藏着苏年提前放好的炸弹，以及伺机埋伏的各种魔物，其中最为致命的就是魔蜂。只有等级较高的红毛选择战斗，等他反应过来，两名队友已不见踪影，一刀黑影快速闪过，苏年张开翅膀朝着红毛一声怒吼，系统当即传来击杀玩家的播报。他难以置信，这么弱，居然被吓死了。躲在丛林中的蘑菇头瑟瑟发抖，可却没能逃过狗头人的搜捕，下一秒就被押送到了苏年面前。巨龙的压迫感瞬间席卷男人全身，苏年见其羸弱不堪，并没有为难，反之提醒道：千万别想着用道具逃跑。蘑菇头顿时醍醐灌顶，然后利用加速药水消失在二人眼前。7天时间足够玩家们自己建出一座监狱了。另一边，蓝色妖姬逃脱之际，结果却又发现一个宝箱，因为是白银级别，所以需要1000侵略点。根据规则，这种宝箱一般只有杀死怪物才能获得。蓝色妖姬环顾四周，发现只有一只3级的兔子看守，
内心的贪婪再次战胜了死亡的恐惧。若是在魔物们追来前击败兔子，宝物可全都归我了。但当烈火兔首领转过头来，看着那坚实有力的8块腹肌，蓝色妖姬才意识到情况不对，不仅被一拳打得脑淤血，还被烈火兔首领威胁，把宝箱打开可以考虑放你离开。别无选择的他最后只能耗费1000侵略点打开宝箱，与此同时逃回新手村的蘑菇头，急迫地告诉同伴森林中有只巨龙。在看到丹尼尔怀疑的目光后，他指着那片森林将刚才所发生的事全都一一道来。此时一位女生还在为自己搭建的小屋沾沾自喜，简直和我梦中的小屋一模一样。可当丹尼尔听完蘑菇头所说，立刻让女生把房子拆掉，将建房材料贡献出来，建造抵挡恶龙的城墙和箭塔。女孩委屈极了，凭什么这是我盖的房子？龙巢内玻璃将所有玩家打开过的箱子都收集了过来，正如苏年所料，每个被玩家打开的宝箱都蕴藏丰厚的奖励。一个微微泛起紫色光芒的图纸让苏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火箭塔图纸，但系统却显示无法使用。就在这时，一本蓝色冰系法师技能书让瑟琳娜赞不绝口，并使她态度反转。苏年哥哥，就把这本魔法书给人家吗？瞬间融化了这头色龙的心。瑟琳娜一句你怎么还发情了，又令其当场心如死灰。只见苏年刚要发火，瑟琳娜突然回头冲苏年微微一笑，还是要谢谢你。随后苏年满意的来到龙巢必经之路，选了一处视野开阔的山崖落下，检测到宿主有火焰塔图纸可用5次。苏年惊呆了，这不就是游戏中模拟建造的虚拟矿吗？现在只要找到合适的空地就好了。可建造所需的巨量材料却要自备，同时不仅需要20名工人，就连建造时间都长达12小时。就在这时，山下传来声音：我玻璃誓死追随主人，我爬上来了。苏年吩咐他去找20个人建火箭塔。玻璃刚收到命令，下一秒就晕倒在其眼前。苏年赶忙说道：其实休息一晚再见也不迟。回到龙巢后，安娜等人已经熟睡，因为一本冰系魔法书，瑟琳娜做梦都想成为最强法师。突然苏年注意到安娜言语之中似乎很紧张，恶魔走开。但是系统百科全书显示，恶魔在1500年前就消失了。突然安娜双眼变得通红，在她意识深处是一片火海。父母为保护年纪尚小的安娜，惨死在2只恶魔手上。突然一只手捂住了安娜的嘴巴，别出声，跟我来。姐姐将她藏进了柜中，让她千万别出来。可自己却被恶魔的攻击穿透身体，一个丑陋凶狠的面孔紧紧盯着安娜。安娜瞪大双眼，被眼前这个巨大的身影吓得不敢动弹。而此刻守在安娜身旁的苏年，连续多天给她喂药，发现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而安娜变得越来越紧张，瞳孔由红色骤然变黑，猛然坐起。安娜，你醒了。苏年上前询问，竟被安娜一击命中胸口，击飞到龙巢内的石壁上。瑟琳娜闻声睁开双眼，朝着苏年呵斥道：大半夜你怎么在这里？是不是想干坏事？苏年欲哭无泪。安娜她不见了。几人片刻不敢犹豫，便去寻找。顺着河边产生的巨大波动，他们发现安娜居然在和比自己体型大数倍的岩盔巨鳄搏斗。瑟琳娜看傻了眼，只有苏年注意到安娜的血条变成了几乎透明的红色。很快安娜便失去意识，从空中坠落，而巨鳄早早在下张开巨口。幸好苏年及时吐出龙息将巨鳄赶走。就在救下安娜将其送回地面之际，结果苏年却被巨鳄偷袭咬中翅膀。因为在水下龙息发挥不出威力，而这条巨鳄又皮糙肉厚，苏年很快就落入下风。千钧一发之际，他让系统强化鳞甲爪牙和水下呼吸。这次改造也让苏年欠下大量系统点。岸边瑟琳娜大声呼喊苏年，却没有回应。就在他以为苏年被巨鳄吃掉，不用还魔法书时，苏年竟利用龙爪刺穿巨鳄胸膛，直冲天际。重回地面的苏年占据上风，甩尾将未落地的巨鳄朝着树丛击去，紧接着掰开巨鳄的嘴巴，使用龙息喷向巨鳄，随后扔到了一旁。瑟琳娜闻着味赶来，好香！一顿爆烤巨鳄下肚。系统提示吞噬岩盔巨鳄，获得低阶无属性魔核。苏年猜测道：难道是这魔物凝出魔核，安娜才来这里的吗？可当他看向一旁的安娜，身染恶疾就只剩1天寿命，就连系统都不知道安娜得的是何病。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位牧师。苏年本以为瑟琳娜知道哪里有牧师，可佣兵团只会携带药剂，所以他也不清楚。艾弗琳突然开口：牧师就在安留斯帝国内，可你这个样子肯定会被城里的猎人追杀。幸好苏年还剩6瓶化形药水，足够带安娜去看病了。不等天亮，苏年就来到安留斯帝国。根据艾弗琳所提供的线索，苏年终于找到牧师的小屋。请问罗布牧师在吗？苏年叫了几声，见没有反应，便一脚踢开房门。屋里的医务小姐姐当场被吓坐在地。苏年对此感到十分抱歉，原来他是这的实习牧师巴拉。没关系，门坏掉赔50银币就好。很不巧，罗布老师正在医治安留斯王子的不举之症，不确定什么时候回来。苏年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巴拉却一眼认出安娜是精灵族，抱着她毛茸茸的耳朵各种谄媚，突然脸色一沉道：她生病了，而且活不了多久，不过先不要着急，虽然我是实习牧师，但也可以看病。随后巴拉示意苏年将安娜放在治疗台上，只见其先是趴在安娜面前不断闻其气味，随后又舔了舔安娜的脸颊，最后躺在安娜胸前听心跳。突然巴拉面色紧张道：找到了，他身上沾染的是一种凶残的诅咒，其病症不过是诅咒衍生出来的东西。这诅咒十分霸道，会夺走诅咒之人的全部力量，发作时会全身暴走，一旦暴走就会消耗生命。
而解除诅咒的方法有2种，一种是施咒人自行解除，一种是杀掉施咒人，而还有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法，那就是换掉被诅咒的心脏。巴拉突然指着苏年胸口，最好是一颗龙心，可苏年根本不同意，因为实习护士巴拉是个放初级治疗魔法，都要靠着翻书才能完成。被释放治愈魔法的安娜睁开双眼，竟开口：“巨龙先生，我们这是在哪里？”猜中苏年是龙的巴拉更加坚信，苏年就是前不久被佣兵团围捕的黑龙。然而怀着牧师应接纳一切的心情，巴拉并没有向安留斯国王报信，而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实操心脏移植手术。现在治疗可享8折优惠，苏联表面上也没有拒绝，只是趁着巴拉准备道具时带着安娜悄悄溜走。回到森林后，苏年发现狗头人已将火焰塔建造完毕，不过从系统来看，全自动10秒一件速度太慢，于是便命玻璃对准岩壁试试火力如何。只见玻璃对准岩壁，苏年一声令下，一根被火焰包裹的巨剑直射而出，接触岩壁的一瞬竟发生剧烈爆炸。苏年惊呆了，原来攻速慢是有道理的，想到不同工种建造出来的效果不一样，那么不同魔物操作会不会有同理效果呢？苏年立刻让玻璃去找20只烈火兔，烈火兔有些害怕不敢进去，但系统却提示出当前非常规士兵火焰塔将发生变异，是否继续？果然如苏年所料，火焰塔会根据魔物本身的能力产生异变，虽然这些箭塔防守龙巢不成问题，但射程和速度仍有待提升。根据系统提示，只要收集3颗火系魔兽高级晶核，就能给火焰塔升级。苏年突然想到上次在森林深处击杀岩盔巨鳄，就获得了低级魔核，看来得再去一趟了。就在这时，安娜突然出现说道：“瑟琳娜和艾弗琳打起来了。”苏年脑海中顿时浮现出2人打得不可开交的画面，最终打输的人跑来向自己告状：“巨龙哥哥，人家好痛！”安娜突然打断了他的臆想，再不制止龙穴会被炸烂的。苏年这才想起他们2个是法师，好在2人并没有使用魔法战斗。苏年见状，顿时心头涌上一股怒，化身巨龙呵斥道：“都给老子住手！”安娜趁机说道：“瑟琳娜姐姐练习失败的魔法技能，艾弗琳看一眼就会了。”然后他们就打了起来。在得知因为一件小事打得不可开交，苏年气得鼻孔冒烟，如果再有下次，能动手就肉搏，千万不要使用魔法。瑟琳娜被气得跑到洞外发现，为什么我就学不会？龙穴内苏年被散落的碎石击中，下一秒他立刻跑到洞外令其停下。瑟琳娜委屈得像个孩子：“我只是觉得自己像个废物一样。”苏年打断了他：“走不通的路就换一条，我看你这么凶，蛮适合修炼黑魔法的。虽然黑魔法是法师界的异类，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次日银月森林中层，几名花季少年躲在草丛中紧盯着烈火兔伺机捕猎，其中一人开口：“他脖子上的金链子可真漂亮。”但他们不知这是群训练有素的兔子，每只兔子都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鸟兽族反应过来为时已晚，很快就被押送到了苏年面前。原来鸟兽族巢穴被一群陆鹰兽霸占，不得已才逃到这里。发现烈火兔是真龙的手下后，哈娜恳请苏年能为自己做主，并以鸟兽族首领的名义起誓，加入苏年麾下。这些鸟兽族平均等级都不低，稍加训练定是一群不错的空军。苏年当场接受了他的恳求。安娜突然开口：“巨龙先生可以带我去吗？”闻言，苏年呵斥道：“我是去打架，又不是游玩，你们一个都不许去。”安娜有些委屈：“我只是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你。”苏年无奈只好让安娜跟着过来。不过很快他就后悔了，因为洞中有很重的血腥味。随后他命令安娜不许进去，并让哈娜也在外面保护。进入洞穴后，苏年发现这里到处都是3级魔兽，虽然实力在自己之下，但扛不住人多，还是等多带些人再来吧。忽然一块石子滑落，洞中无数只眼睛盯着苏年，既然跑不掉，那就开战吧。只见陆鹰兽先是盘旋在空中，然后俯身直冲而下。苏年怒吼一声，使用龙爪命中其要害，紧接着吐出龙息，最后再使出甩尾。就在这时，系统突然提示获得3阶火系魔核，真是要啥来啥。一番战斗下来，竟收获23颗，刚好可以用来升级火箭塔。本以为会就此结束，但又出现一只异变的陆鹰兽，体型几乎可以和苏年对比，这下可难对付了。他使用龙息试探了一下，没想到异变的陆鹰兽速度这么快，竟直接冲到苏年跟前，将其翅膀抓出一道伤口，然后又迅速拉开身位。苏年一巴掌拍了个空，陆鹰兽则趁机咬中苏年左翼，失去平衡后，他急速下沉。面对直线乘胜追击的陆鹰兽，苏年逮住机会，狠狠蹬了其一脚，紧接着又补上一口龙息，虽然完美命中，但苏年也耗尽全力，狠狠摔倒在了地上。安娜见流这么多血，伤心的哭了起来。巨龙先生，你别死！苏年强撑起身子说道：“我吃些东西就好了。”因为苏年有吞噬技能，所以吃东西能快速恢复伤口，同时还能促进身体生长。然而异变的陆鹰兽也醒了过来，趁着苏年吞噬恢复的瞬间，陆鹰兽竟悄悄来到安娜身后，将其掳走并逃了出去。通过吞噬，苏年体型成倍增长，龙息的威力也增强了数倍。异变的陆鹰兽在苏年的攻击下，最终放开了安娜。她从空中迅速跌落，掉进了一个充满灵气的池塘里。一个巨大的水花溅起，安娜躺在水里，不仅没受伤，反而觉得待在水里有种莫名的舒适感。下一秒，池水汇聚出一个小型漩涡，紧接着从底部涌出一个身影。没想到这身影竟是泉水的守护者，和安娜一样也是精灵族，可安娜却绷不住了。姐姐，真的是你吗？你还活着？
原来他只是会幻化成精灵族记忆深处那人的一股力量。此刻他发现安娜身患恶疾诅咒，于是便使出精灵族特有的方法为其治疗。安娜周围瞬间汇聚一股暖流，跟着指引他进入池塘底部。没想到水下不仅能为安娜疗伤，还藏着大量宝箱。直到听见苏年的呼喊，他才浮出水面。然而苏年却看傻了眼，这还是刚才的安娜吗？顶级水元素光元素亲和，不仅自动领悟出水球术和光照术，还多了2个被动。苏年忍不住询问刚刚究竟发生了何事，安娜却像个小孩子一样抱住苏年。巨龙先生，你是在担心我吗？与此同时，安娜对其好感度再次提升。苏年看着系统奖励的5000系统点，两眼冒光。但更高兴的是从水中发现的宝箱，不仅有2本适合安娜修炼的魔法书，还有一个3阶火系魔盒。就在这时，哈娜也赶来报信，感谢主人，我的族人已获救，人已经返回龙血了。苏年示意其先回去，自己随后动身。另一边，玩家们已经搭建出了完善的庇护所，可却被同为玩家的人一顿嘲笑是胆小鬼。因为蘑菇头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相信森林中有恶龙。主张搭建庇护所的丹尼尔开口，这件事情确实有待探查。于是组织了1000人潜入森林，但走了很久都过于平静。可当他们其中刚一有人松懈，苏年在森林中提前安排好的巨蟒就对着他们偷偷发动了攻击。丹尼尔觉察到异常，告知紫毛，却被紫毛一顿嘲讽：“你要是害怕，赶紧滚回去。”话音未落，草丛中的豺狼人就冲了上来，随后成群的豺狼人涌出，对着玩家们一阵毒打。情急之下，大多数人连基本的护盾都使不出，反观丹尼尔却能够保持冷静。然而他刚完成击杀，就发现有大量人员逃跑，无论怎么喊都叫不回来。丹尼尔顿时怒道：“一群废物！”最终只留下小部分人敢继续前进，但也变得更加谨慎。每前行一段时间都会使用鉴定术，确认丛林中是否蕴藏危机。突然有人指着上面说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丹尼尔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经过鉴定术鉴别，众人脸色一惊，怎么可能？这里怎会有箭塔？就在这时，紫毛却又嘲讽道：“我们有牧师和法师，不足为惧。”突然一根火箭筒擦肩而过，径直扎进了几人身后的树上。只见其后盖突然翻开，瞬间从中涌出大量绿色气体。丹尼尔连忙捂住口鼻，是毒气，注意防护。紧接着炮弹如雨点般向众人袭来，只有一些等级较高的人能释放护盾抵挡。可当苏年从空中闪过，丹尼尔吓得手脚颤抖。果然有龙，看来那个胆小鬼并没有说谎。但我若是这么逃走，和那胆小鬼又有什么区别？只见其握紧手中宝剑，一条少龙而已。如果能绞杀黑龙，那我将会是最顶级的玩家。就在这时，苏年朝着玩家一声怒吼，丹尼尔则示意同伴们注意警戒。下一秒，苏年发动龙息，众多玩家就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齐力顶住了苏年的攻击。丹尼尔露出一丝得意，龙息用完就该我了。他先是命令队伍所有法师分散区域集中攻击，掩护战士玩家去后方偷袭。随后他喝下力量速度翻倍药水，同一时刻伴随着所有兵系、火系法师的攻击。丹尼尔纵身一跃，受死吧黑龙！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一道耀眼的白光，丹尼尔竟被当场捉住。原来是安娜一众人也赶来帮忙了，而法师们的攻击在苏年面前更是毫无伤害可言。意识到不是黑龙对手的玩家想要逃跑，但为时已晚。苏年一声令下，草丛中涌出大量狗头人和巨蟒对玩家们追杀，最终只有少部分玩家侥幸逃掉。波里指着丹尼尔说道：“主人，这俘虏怎么处置？”苏年一眼就认出了他，打断手脚先关起来。话音刚落，苏年突然感到脑袋一沉，不知为何晕了过去。所有人都为苏年担心的时候，波里却发现苏年浑身散发着荣光。根据祖训记载，很明显这是真龙进阶的状态。另一边，6号新手村内，一名女性收到一封神秘的短信提示，巨龙陷入沉睡，位置银月森林中，请速去砍一刀。就在她破口大骂游戏中也有垃圾短信之际，结果门口突然闯入一名巫师，原来他是国王派来猎杀黑龙的巫师梅森特。这时女人头顶再次出现一道提示，注意 NPC 梅森特进入新手村触发剧情任务，请选择：1杀死 NPC 代替其进行重要世界任务，完成后将获得巨额侵略点；2帮助他完成重要世界任务，根据贡献度获得侵略点；3不参与世界任务。女人再次看向巨龙沉睡的短信，此时这个下头男正在秀自己的8块腹肌。忽然女村长心慌意乱地推门而入，眼泛泪花地哭诉道：“骑士哥哥救我！”看到对方那火辣辣的身材，布莱泽顿时小脸通红。这位梅琳达小姐，你不是跟梅森特大师讨论魔法原理去了吗？说着梅琳达就扑到了那8块腹肌上。是啊，没想到梅森特大师对我动手动脚，我若不从，他就要杀了人家。紧接着梅琳达又使出魅惑术，布莱泽顿时就被迷住，当即就要为其撑腰。下一秒他踢开梅森特房门，双眼死死盯着梅森特。你这老东西在安留斯对女人动手可是死罪。此时还一脸懵的梅森特被布莱泽一脚踢飞，随后又被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前。这时梅森特意识到被人算计，想要反击，结果却发现自己法术失灵了。没想到顶头上司就这点能耐，布莱泽直接将他逼到角落。梅森特壮着胆子呵斥道：“我可是国王请来讨伐巨龙的。”就在这时，村长穿着清爽的走来：“骑士哥哥这个废物怎么屠龙？不如杀了他，我陪你去讨伐巨龙啊！”梅森特慌了，指着他反驳道：“你不过是个低等法师血统。”然后让布莱泽不要被他迷惑。可梅琳达却不屑一顾：“刚刚的安神茶好喝吗？我可是给你加了不少好东西。”意识到法术失灵是这女人在搞鬼，梅森特怒斥道：“我杀了你！”
不过一旁的布莱泽可不允许他侮辱自己的女神，上去就是一脚。梅琳达顺势掏出匕首补上一刀，然后又装模作样的扑到布莱泽怀里。骑士哥哥救命，他想杀了我！失去理智的布莱泽当场就又是一刀。梅达林计谋成功得逞，杀死梅森，他将代替其执行讨伐巨龙的任务，随后便带着一队人马进入银月森林。而此时昏迷不醒的苏年仿佛进入梦境一般，忽然一个体型比自己大数十倍的巨龙出现在其面前。苏年感叹体型差距之大，您是我祖先吗？巨龙并没有回答，但却发觉苏年体内流着和自己相同的血脉。于是巨龙将一颗蕴藏能量的水晶送给苏年，然后叮嘱到带着他守住故土。可当苏年还想再问些事情，却被巨龙一个龙息击飞了出去。看着眼前正能量水晶，苏年本能的将其捏碎，脑海中顿时涌入龙族百年记忆，其中包含了各种龙族秘术魔法。就在这时，一个小皮鞭抽了过来，苏年顺着皮鞭望去，顿时春心荡漾。安娜，你怎么在这里？还打扮成这样？此时他脑海里全都是安娜被小皮鞭绑住的快乐时光。突然他脸色一沉，练不好可不准离开。直到苏年看见安娜背后浮现的几支飞剑，他才意识到安娜口中的训练并不是自己想到那样，想要退出却为时已晚。因为苏年一偷懒就会被飞剑攻击，而此时的龙巢内，因为大部分魔物都被苏年安排在特定地点防守而变得空虚。以梅琳达为首攻入龙巢的军队越来越近，看着仅剩的哈娜和蛇姬兽，瑟琳娜像个没头苍蝇，不知该做些什么。反观安娜却能做到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巨龙先生，会做些什么呢？哈娜，你立刻派2名鸟妖去通知豺狼人首领，就说龙巢需要支援，另外通知烈火兔去火焰塔防守。蛇姬兽隐藏在树上伺机而动，切记不要硬碰硬，这次就让我们来守护巨龙先生吧。此话一出，众人对安娜刮目相看。可梅达林不是等闲之辈，蛇姬兽只是刚一发动攻击，就被其发现俯身躲掉。原来这次攻击只是个诱饵，趁着人们将注意放在眼前之时，另一只蛇姬兽则从背后开始攻击。可他们却低估了梅达林的实力，因为他杀死了梅森特，继承了大法师的力量，现在对于法术的释放可谓是相当娴熟。仅仅是一个普通法术就造就了眼前这片火海，直接将魔物们烧个精光。就在前进至龙巢不足100米时，火焰塔的炮弹接踵而至，布莱泽像个废物一样躲在梅达林身后，却还厚着脸皮说是担心他受伤。梅达林顺势踩着布莱泽一跃而起，挥舞着手中的法杖释放大量火球，同一时间全都砸向火焰塔。听到外面的动静，安娜不敢相信军队这么快就打了过来。此时她只希望苏年能尽快苏醒。正在训练的苏年像是感应到了一般，是安娜的声音，难道他们遇到危险了？眼前无数只袭来的飞剑，随着苏年使出武器解除秘法，全都落下。苏年询问梦境中的安娜，要怎样才能离开这里？他低头轻声回应道：“别急嘛，苏年哥哥，没完成试炼之前是不可以离开的。”话音未落，苏年就已经向远处飞去。安娜随即挡在苏年面前，想要离开，先打败我再说。与此同时，玩家们已经攻入了龙巢，豺狼人烈火兔拼死抵挡，梅达林则一脸得意，巨龙果然在沉睡。此刻，安娜等人成了保护苏年的最后一道防线。就在梅达林靠近苏年的瞬间，安娜周围汇聚出水珠和光球，凝聚出一道力量挡住了他的脚步。然而，凭借小小的水球和光照水，又怎么能和大法师级别的梅达林抗衡？下一秒，他挥动法杖迸发出的冰火之力，将安娜烧得毫无抵抗之力。瑟琳娜和艾弗琳被冻得失去意识。梅达林命令众人先宰掉恶龙。面对众人的进攻，安娜十分内疚：“对不起，巨龙先生，是我没能保护好你。”与此同时，苏年不安的感觉愈发强烈。我不怕反噬，麻烦尽快让我离开。只见他招手示意苏年靠近些。他本以为会像童话故事那样亲一口就会醒来，可却挨了个大嘴巴子。受到冲击的他猛然睁开双眼，没想到士兵已经攻进龙巢内了。糟糕，安娜有危险！苏年发出一声怒吼，将部分士兵轰出龙巢。在看到安娜因为没有保护好自己而感到十分自责后，苏年安慰道：“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时醒来的二人突然抱住苏年哭了起来。有了巨龙撑腰，瑟琳娜底气十足，就是这个坏女人，把我的衣服都打烂了。苏年看了一眼系统信息，竟然是个大法师。梅达林见状却慌了：“你不是在沉睡吗？怎么这么快就醒来了？根据那条消息提示，至少要睡1周才对啊。”苏年有些纳闷，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沉睡的？就在这时，2名士兵因为一把剑吵了起来，再次引起了苏年心中的怒火。他一跃而起，卑贱的爬虫也敢进犯吾的领地！这2名士兵当场死在苏年脚下。布莱泽见状，连忙拉住梅达林逃跑，因为初次死亡复活时间只有5秒。梅达林不想错过这次机会。艾弗琳一眼就认出了布莱泽，他就是将自己卖个强盗的渣男。突然，梅达林趁苏年不注意，使出冰冻术发起了攻击，紧接着又使出烈焰之强火龙飞刃。本以为会将苏年一口气干掉，可当苏年转过头来，口中竟汇聚出龙息，梅达林整个人都傻了。凭什么进阶一次抗性就增加了这么多？他不敢犹豫，立即使出护盾抵挡。此时梅达林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在苏年的攻击下，护盾逐渐出现裂痕。只见其脸色一沉：“我会让你生不如死。”闻言，梅达林当即就要自行了断，可却被苏年梦中所学龙族秘术强制令他手中的匕首脱离。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安娜突然传来消息，艾弗琳不见了。原来他一直在追赶布莱泽。你这个只会临阵逃脱的渣男！艾弗琳释放冰系魔法正中目标，布莱泽却谎称根本不认识他。突然他恋爱脑发作：“你居然敢忘记我！
布莱泽一脸诧异，我还以为你会死在那群强盗的手里，原来你被巨龙抓走了，不如继续跟着我，我是不会嫌弃你的。艾弗林挥手示意，那你过来写。就在布莱泽舔着脸靠近之际，结果却被艾弗林一拳击飞。布莱泽站起身来，将一瓶从梅琳达身上偷来的药水洒在手上，紧接着他小手一挥，瞬间令艾弗林失去了行动能力。落入下风的他呵斥道，我姐姐可是圣兰魔法学院的讲师，杀了我你就不怕被学院追杀吗？布莱泽一声冷笑，那又如何？你姐若是问起来，不是还有黑龙背锅吗？与此同时，苏年从安娜口中得知艾弗林不见之时，刚要赶出龙巢出去寻找，结果就碰到了匆匆赶回的狗头人。他们刚好看见布莱泽和艾弗林的尸体，苏年当即怒斥道，我让你偿命！为求活命，他不惜出卖整个新手村，说出了所有情报。梅达林是我捕获来的，他不仅杀死了大法师梅森特，而且还是6号新手村的村长。村里5000多人都等着屠龙呢。果然如苏年所想，不止一个新手村惦记着自己这个 boss。本以为说出重要情报就能活命，可当他刚跑没几步，就被一个龙息化为灰烬。苏年双眼无神地低下了头，杀死他也算是给艾弗林报仇了吧。恭喜宿主帮助 NPC 完成夙愿，达成死亡祝福，获得特殊能力传送法阵，只要苏年去过或是被龙族标记的地点，都可以传送。看着为这次危机现身的魔物，苏年当即决定有仇就报。他命令波里务必要看好梅琳达，不要让其死掉。随后趁着夜色，他悄悄潜入1号新手村，在玩家们都休息时，突然发起了袭击。起初玩家们被吓得四处逃跑，但很快就有人发现苏年的攻击在村子里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慢慢的有不少人选择反击。面对一些初级的魔法攻击，苏年并没有躲闪，反而假装有些害怕。可他们不知已然落入圈套。当玩家们汇集所有力量攻击之时，苏年立刻开启传送法阵，传送地点6号新手村中心矿场。玩家们那股巨大的能量通过传送法阵，瞬间将6号新手村夷为平地。恭喜宿主覆灭一座新手村，樱花岛将从地图抹除，奖励1颗新手村核心碎片，收集4颗方可凝聚出建村令。届时不仅能提高建筑的防御力，还能随意移动建筑物的位置。闻言，苏年顿时来了兴趣，那还等什么？我再去屠几个村子。却被系统警告，这样会让你被标记为世界 BOSS。届时宿主坐标等级都被曝光，恐怕会引来更多的玩家围攻。闻言，苏年决定在实力没成长起来之前先回龙巢苟着。老远他便看见安娜站在高高的山顶，以为安娜要寻短见，别跳！就在其回头的瞬间，竟不小心跌落悬崖。原来安娜不过是在洗澡。此时苏年还没反应过来，瑟琳娜突然从天而降，直接将其坐晕了过去。今天的水怎么这么浅，还热乎乎的？苏年两眼一黑，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太奶奶。瑟琳娜则没好气地呵斥道，活该，谁让你偷看我们洗澡？检查到特殊女性 NPC 召唤是否回应，原来是圣奥利斯特国圣殿中，圣女正在对着石像祈福，希望得到神的帮助。可此时晕倒的苏年根本做不了选择。看着安娜焦急的模样，瑟琳娜有些愧疚，其实我学过些溺水急救的知识，不知道对龙有没有用，不过需要肢体接触才行。听到肢体接触，苏年立刻清醒，莫非是人工呼吸？下一秒，瑟琳娜运作魔力对着苏年一顿输出，吓得他赶紧站了起来。我好了。醒来后他才发现自己错过了召唤，顿时悔恨不已。系统下次再有召唤麻烦自动帮我同意。但好在有2位美女陪着自己沐浴，能缓解心情。因为泉水不是很热，所以苏年让系统强化自身为爆裂龙形，强化后周围竟达到800度高温，散发的热量瞬间令2人难以忍受，以至于安娜只能远远躲着。苏年见状，耗费1万系统点强化达到随意控制温度的效果。系统让他尝试着吐一口气，结果把2人的衣服都烧没了，只能无奈躲在水下不敢出来。苏年也是毫不吝啬系统点，当即给他们1人安排了一套泳装。没想到系统中还有龙穿的大麻泳衣。就在苏年准备和2人玩些游戏时，突然被系统传送到了圣殿内。原来是圣女忍不住又召唤了一次，系统便自动接受，直接将其传送了过来。圣女难以置信，神的使者竟然是条黑龙。只见其瞪大双眼，是神听见了我的祷告，派你来拯救圣奥利斯特的吗？此时苏年想的却是，刚刚进行到这么重要的阶段，怎么就断档了？不行，我要回去。苏年猛地转身，一不小心打坏了神像。发现眼前2小只十分在意神像后，他便厚着脸皮说道，神不喜欢这个神像。紧接着苏年虚问道，你们召唤我来是有什么事吗？原来圣奥利斯特本是一个平和安定的国家，却被臭名昭著的黑兽佣兵团侵略。他们不仅烧杀抢掠，还要建立侍奉国。此刻圣女只希望能得到神的帮助。苏年立刻同意了他的请求，吾会为你抹除掉敌人。他本是高高在上的人族圣女，如今却放下尊严引诱敌人。圣奥利斯特原本有着平定的生活，结果却被黑兽佣兵团侵占。圣女赛蕾绝望之际，通过祈福召唤来了巨龙帮忙。可当苏年得知圣奥利斯特竟无一族，而黑兽佣兵团从低级哥布林到高阶食人魔有3000多个人种，他有些庆幸没有冲动，因为这些人不像新手玩家，战斗里不容小视，更何况还有一个4阶战士。于是他决定先潜伏过去摸摸情况。另一边，佣兵团魔物驻扎地，巨魔提着裤子从小黑屋走了出去，女孩则流出绝望的泪水。就在这时，一道黑影偷偷潜伏进来，原来是玩家爱丽丝，奉3号新手村高层之命，潜伏在佣兵团内做卧底。
看着生命垂危的女孩，爱丽丝内心很不是滋味。她希望同伴们能尽快过来帮忙，可同伴却让她继续蛰伏。因为巨魔首领现在28级，即使全力提升等级，至少也要3天才能追上。爱丽丝当即脸色一沉，你知道这5天我是怎么过的吗？难道还要我继续看着这群杂碎逍遥？我们是可以复活的，这点信心你们都没有吗？卷毛却不以为然。爱丽丝，你别忘了我们的目的，只有战胜这里的土著人，我们才能赢得赌局。闻言，爱丽丝果断切断组队频道，举起长剑，孤身一人就要与魔物拼杀，可却遭到巨魔首领一阵嘲笑。没想到佣兵团队伍里竟有叛徒，还傻到自投罗网。突然外面传来声音，你们这些丑陋卑鄙的人种！没想到苏年竟让圣女塞蕾做诱饵，站在高塔之上大声嘲讽。2只魔物回头看去，真乃极品也，居然还自己找上门来。塞雷见其上当，便故作娇羞，我警告你们不要过来，否则哥布林小弟反而更兴奋了，否则怎么样，杀了我们吗？说着就伸出了咸猪手。忽然苏年出现在其头顶，一口龙息将其烧成灰烬，紧接着对佣兵团发起了大规模袭击。佣兵团瞬间被打得措手不及，溃败的爱丽丝也趁机逃了出来。多亏了这条黑龙让我逃过一劫。受到组队频道的呼喊，爱丽丝立刻回应道，佣兵团被一条黑龙袭击，我已经没有蛰伏的必要了。紧接着他把苏年的信息传回，3号新手村高层瞬间乱成了一锅粥，有人主张驯服，有人主张击杀。村长突然开口，樱花岛那边一个新手村就是被巨龙给灭掉了。就在这时，众人突然收到消息，世界 buff 刷新。另一边回到圣殿的苏年也收到了世界 buff 刷新的消息，可当他打开系统面板一看，竟是自己。系统同时提醒道，您的眷属覆灭了一个新手村，奖励即将到达。收到消息后，苏年第一时间赶回龙巢，从狗头人口中得知，安娜为了寻他，一路向东，现在差不多到1号新手村了。此刻安娜一脸忧郁，因为审问幸存的村民，没有查出任何有关苏年的线索。就在安娜指挥魔物大军继续前行时，苏年及时追了过来，再晚一步就打到安留斯帝国了。瑟琳娜刚要责怪苏年完突然消失，就被阵阵金光闪得睁不开眼，玻璃居然搜刮了整个村子的黄金。另一边圣奥利斯特黑兽佣兵团很快就重整兵力攻了过来，因为苏年不在，艾莉西亚想要劝圣女塞蕾赶紧离开，可却被他坚定地拒绝了。下一秒，塞蕾打开圣殿大门，仅剩的几名修女走了出来，瞬间让血气方刚的小伙失去理智。团长，我们攻城吧，他们已经没军队可用了。团长格斯当即呵斥道：“闭嘴，一群没脑子的东西！”随后他命令手下在护城河投毒，紧接着押出一名村民，威胁道：“圣女，你若是放弃抵抗，或许我还能让她少受些苦。”塞蕾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能为力。就在这时，天上传来声音：“不过你们马上就要死了。”格斯一眼就认出了苏年，竟是偷袭魔物驻扎地的那条黑龙。苏年一个龙息轰了过去，遭到格斯一阵怒骂：“别忘记了，我也是一名4阶战士，而且擅长的武器还是长矛。”很快2名小弟就将武器拿了出来，格斯将一根长矛注满魔力，使出全身力气丢向苏年，本以为会一击毙命，然而却让他惊掉了下巴。长矛击中苏年，使劲弹飞了出去。不死心的他又使出长矛连环攻击，苏年挥动翅膀轻松抵挡。格斯见情况不妙，丢出一颗圆球，爆炸产生大量气体，让苏年睁不开眼。烟雾散去，格斯竟消失不见，只剩下佣兵团一群小弟。苏年一个龙息将其泯灭。塞蕾突然开口：“格斯逃掉了，要不要追上去？”原来苏年早就吩咐艾莉西亚埋伏在了格斯逃跑的必经之路，在其难以置信的目光中被一刀杀死。事后圣奥利斯特也成了苏年的麾下。苏年询问这里是否有可以治病的女巫，闻言艾莉西亚回应道：“第3神要塞有个巫女名为辉夜，不过她向来居无定所。”于是他恳请苏年能留下来暂住几日，自己会尽快找到女巫的下落。虽然安娜的诅咒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想要彻底根除，必须要找到女巫才行。苏年便只好在此住下。塞蕾回到卧室睡着后，满脑子都是苏年英勇的身影。就在这时，艾莉西亚走了过来：“殿下，这个时候你怎么睡得着的？”塞蕾满脸疑惑，以为佣兵团又打过来了。艾莉西亚越凑越近：“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你心心念念的龙神大人。”塞蕾顿时脸色羞红：“才没有，不许胡说。”紧接着艾莉西亚又说道：“难道你不想留出龙神大人吗？”这次塞蕾没有回避，当然想啊。在艾莉西亚的怂恿下，圣女塞蕾换上一条黑色短裙，鼓起勇气冲进苏年房间。“神龙大人，我想和你探讨下。”苏年见状，整个人瞬间呆住。塞蕾自顾自地说道：“神龙大人，如果你能明白我的心意，请呼唤我的名字。”安娜见状，瞬间脸黑了下来。在看到安娜手中的40米大刀后，苏年立刻朝着塞蕾说道：“你这是在干什么？我已经有伴侣了。”塞蕾有些尴尬，立刻转移话题：“我只想和你探讨下，您离开之后该如何训练军队。”就在这时，艾莉西亚将巫女辉夜找了过来。只见4只小猫抬着轿子走到苏年面前，轿中巫女开口：“妾身不便与大人见面，还望见谅。”苏年俯身将安娜送到跟前，巫女从中丢出一片纸人，化成一只小白猫靠近安娜。突然，白猫体型增大数倍，张开嘴巴将安娜一口吞了进去，然后迅速变回小猫逃回轿中。苏年警告女巫尽快把安娜放出来，可女巫却说这是看病的手段，让她不要着急。见其故弄玄虚，苏年一怒之下竟砸了她的轿子。没想到女巫竟是个社恐，在苏年面前哭哭啼啼。苏年给她套上头盔，
瞬间安静了起来。刚一拿起头盔就又哭了。忽然女巫猛地站起，丢出一张纸人，变出一个假人将自己藏于其中，又透过圆孔递给苏年一张纸人。接触到苏年之时便回安娜。随后女巫解释道，安娜中了一个掠夺天赋诅咒，等她身上力量消失就会走到生命尽头，而诅咒的位置是心脏，找到是咒人方可破除。当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颗心脏，但是安娜和苏年在一起沾染了大量龙气，必须要是一颗龙心才行。苏年脑壳一沉，方圆百里只有我一头龙，于是希望女巫试试寻找是咒人，可女巫也不敢保证一定能找到那个人，只能尽力一试。她将纸人悬于头顶，注入精神之力，随后让纸人靠近安娜。忽然浮现一个巨大魔物身影，又很快破碎，顿时一股反噬之力冲向女巫，切身失败了，对方力量很强大，于是苏年只好求助系统，看看能不能改造出一颗心脏，但系统却解释不管怎么改造，属于宿主的心脏只有一颗，交给安娜自己就会死亡。此时安娜已虚弱不堪，苏年只好询问女巫有没有延缓或抑制诅咒的方法，可这种方法女巫只在古书上见过，需要两人坦诚相见。苏年斩钉截铁回应道，我愿意和安娜坦诚相见。闻言女巫提醒道，羁绊一旦激活，弱的一方就会吸取另一方生命力。在确认苏年准备好后，女巫立刻开启了法阵，一股难以忍受的疼痛瞬间令苏年失去意识，再次睁眼自己成了一名女孩。寒风落叶之下，竟看到安娜儿时的身影。儿时的安娜长着将狗头人的脑袋做成标本，准备收藏在箱子里面。这时手下推开房门说有人想见他，原来是蘑菇头。在1号新手村被摧毁后，希望能加入2号新手村。他知道2号村领主喜欢收集魔物脑袋，所以拿出了安娜的照片并说出其位置。领主见后大喜，当场同意了蘑菇头的请求。突然他脸色一沉，说精灵身边还有个黑龙。领主听完更兴奋了，届时一定要把龙首放在左手边才行。龙巢内，苏年喝完安娜熬了一夜的药，身体感觉缓和了很多。波里通知苏年，上次战斗被关后山上的213名俘虏，因为没有食物经常啃食花草树木，现在山都快秃了。于是波里模仿新手村建筑风格打造了一所监狱。苏年担心这些人会被饿死后复活，从系统中购置了易于存活的土豆芽种食。与此同时，2号村领主邀请了很多人想要将巨龙一举拿下，其中有暗影刺客肉山大卫，在领主身后站了半天都没人能发现。突然他猛地现身，蘑菇头下意识地说道，这400斤的体型居然是个刺客。领主立刻踢了他一脚，连忙道歉，都怪我这只看门狗没有好好叫。大卫直接将其勒个半死。就在这时，一位西装革履的蓝发小哥漫步走来，领主见人其立刻宣布要去猎杀黑龙。众人一惊，是上一阵登上世界 BOSS 的黑龙吗？诚心投奔的蘑菇头喘过气来，见别人不把自己当人，立刻起了报复心，随后黑着脸说道，只要抓住那只精灵，黑龙就会束手就擒。心里想的却是这群笨蛋抓安娜只会让黑龙更加愤怒。同一时刻，安娜打了个喷嚏，感受到一股冰冷的恶意。苏年一脸坏笑，安娜莫不是在暗示自己抱抱？忽然安娜掏出个宝箱钥匙给到苏年，就在他等待被苏年夸奖时，瑟琳娜竟拿出了一堆钥匙。原来他打着帮丹尼尔治疗断臂的谎子，诱骗其用侵略点买宝箱钥匙，为其接上断臂又再次打断。监狱内，丹尼尔正在和梅琳达相互埋怨，梅琳达却冷静了下来，对着丹尼尔一顿输出，哥哥你身上还有多少侵略点？瞬间迷住了丹尼尔，只有500了，其余的都买钥匙交出去了。梅琳达立刻怒了，真是个笨蛋，反正交不交我们都是死，何况我们还能复活。丹尼尔不屑道，手脚被打断的又不是你。梅琳达却说自己有办法逃出去，不过需要丹尼尔把侵略点给自己才行。此刻摸到山下的2号村领主命令蘑菇头去把安娜抓过来。大卫见其有些害怕，于是将自己隐身的能力附着到了蘑菇头身上，有了隐身效果的加持，他顺利溜进龙巢。刚一进去就看到了安娜，此刻梅琳达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被某个东西碰了一下。蘑菇头二话不说抱着就走。此刻豺狼人报告说自己在监狱看到了安娜。苏年看了一眼安娜本该睡觉的地方，却没了踪影，就连龙族秘法都察觉不到安娜的气息，于是他便出去寻找，可却刚好被前来猎龙的2号村人发现。因为有暗影刺客大卫隐身能力加持，苏年看不到眼前这队人马。村长猜想定是蘑菇头那边得手了，此刻正是攻击巨龙的绝佳时机。趁着苏年落地呼喊安娜的瞬间，村长一鼓作气冲了上去，他纵身一跃，呵斥道：受死吧黑龙！血影狂刀与龙鳞碰撞，发出一声巨响，在森林阵阵回荡。受到攻击的苏年失去平衡倒地之际，村长将魔力注入血影狂刀，发动致命一击，浓烟散去，本以为会一击毙命，结果却看到黑龙毫发无损地站在自己面前。这不可能，你不是倒下了吗？苏年回过神来，呵斥道：卑贱的虫子，准备受死吧！突然一颗子弹快速射了过来，砰的一声从苏年眼角弹开。远处蓝毛没想到子弹打过去竟只是擦伤，此时村长已被踩到脚下，他又拿枪对准苏年，可苏年却凭空消失，突然出现在了自己身后。蓝毛立刻转过身来射击，苏年使出龙羽秘法武装解除，当即使其手中的枪脱离，紧接着苏年一个俯冲，就在他准备将蓝毛一口吃掉之际，村长站在高处以安娜性命威胁，命令苏年赶紧停手。他见状立刻将蓝毛吐出，并示意村长赶紧放了安娜，可村长却将其推了下去。好在苏年及时接住，然而苏年还不知这个安娜是梅琳达假扮的，
突然他周围涌出一个巨大法阵，如同结界般不断发出雷电攻击。苏年发出一声怒吼，区法阵竟也想困住我。就在这时，暗影刺客肉山大卫伺机而出，准备一举割下其头颅。随着村长一声令下，同一时刻大量法师释放魔法轰炸。苏年担心使用龙息会有误伤，便用翅膀竭力挡下如雨点般的攻击。梅琳达想的却是赶紧利用这个机会逃跑，然而他只是偷偷看了一下后面的情况，就被一颗巨大的冰刺洞穿身体，当场失去意识倒在苏年面前。此刻所有人都惊了，村长怒骂是哪个不长眼的傻叉干的。失手的法师反驳道，不是说全力攻击吗？但很快一个更为愤怒的声音响起，只见苏年冲破法阵，挡在众人面前，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逃。一口龙息将围攻的普通法师化成灰烬。大卫见状立刻使出绝技影杀阵，但他知道此时苏年正在气头上，很难再猎杀，于是想利用分身拖住苏年，本身则趁机逃跑。然而苏年又怎会放过这群人？下一秒他胸前的熔岩之心释放出巨大能量，一次性抹杀了所有入侵玩家。可当苏年怀着悲痛的心情回到龙巢，波里却告诉他安娜已经回来了。苏年知道人死不能复生，以为波里是在安慰自己。忽然安娜抱着一罐蜂蜜，边走边吃的走到了自己面前。巨龙先生，以后在药里加入蜂蜜就不会苦了。此时苏年还以为这是幻觉，但安娜这小脸捏着却又如此真实。波里突然开口，主人，地牢里有2个人消失了，并从中发现一瓶化形药水。苏年顿时气得砸墙，所以说刚刚死掉的安娜是地牢中梅琳达所化。转过头来，安娜对苏年大肆宣传自己已死，很是生气。苏年刚想解释，安娜却不给机会，一连几天都没有再和苏年说话。于是苏年准备把气撒到玩家身上，随后便询问系统哪里还有新手村，系统却不建议他现在攻打，因为苏年现在只是暂时被标记为世界 BOSS， 若持续攻打将会被标记为永久性，届时所有玩家都能通过苏年周围生成的传送法阵靠近，反而会让他的处境更加危险。但这也意味着只要世界 BOSS 的标签消失就能继续攻打。于是苏年在龙巢连苟数日，等到可以进攻之时，他将目标锁定为莫里干沙漠以北的蔡须村，命令波里整军出发之前，苏年特意强化改造神经群虫意志。有了这项改造，只要苏年实力强化时，连带着麾下魔物也能跟随增强战斗力。画面一转来到莫里干平原，苏年开启传送法阵，传送到了莫里干沙漠。行走一段时间后，苏年才想起安娜他们还在自己背上睡觉，放下来后发现他们已经中暑，于是便飞行数里寻得一河猛吸河水，朝着他们浇洒，才有了缓和。但刚才找水的过程中，苏年感应到这里有龙的气息，考虑到安娜他们的安全，他下令队伍先暂停赶路，然后让波里再次守护好安娜他们，自己则先去前面探路。随着时间推移，龙的气息越来越近，忽然一只古铜色的巨龙朝着苏年一声吼叫。苏年并不想惹事，准备给黄铜古龙恩古斯一些金币了事，但他却狮子大开口，张嘴就要100万金币，还要瑟琳娜留下陪自己说话。钱对于苏年来说问题并不大，可瑟琳娜坚决不能留下。恩古斯仗着自己是纯金属性血统咄咄逼龙，你一个低贱品质的杂龙，还想跟我谈条件吗？眼看对方不愿放自己离开，那就只能通过武力了。两龙死死盯住对方在空中盘旋，恩古斯率先使出龙息攻击，苏年迅速闪过，忽然消失在恩古斯的视线中，紧接着从天而降，咔嚓一口。瑟琳娜见状也想出一份力量，结果束缚术不小心命中了苏年。恩古斯趁机占据高位，等着湮灭在沙漠之主的脚下吧。他煽动风沙令其睁不开眼，苏年立刻让系统改造初级权势之眼，但只有短暂的3分钟。恩古斯露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然而帅不过3秒，他被苏年扔出的一块巨石命中。黄沙散去，苏年又搬起一颗巨石，直接喂到了恩古斯嘴里。回过神来，只见其又蹦又跳，苏年脚下的沙子形成漩涡，竟开始动了起来。没有翅膀的瑟琳娜陷得更快，再次睁眼，苏年陷入了一个地下洞穴。他想要使用龙息冲出沙层，却被系统提示沙海结构极不稳定，这样只会加速死亡。检测到宿主前方有未知势力，抬头望去是颗巨蛇头颅，嘴里透明晶石中还包裹着一个女孩。另一边，瑟琳娜被骷髅头吓得半死，她驱动魔法将骷髅头击退，不断向前探索，结果看到数颗有着古文字的石碑，这不正是令无数法师趋之若鹜的死灵法典吗？难道这些尸体都是争夺死灵法典的魔法师？可当他扒开石碑前的死尸，上面写的竟是某位高人的遗言：切西亚黛拉，恶魔，危险，封印，最后还写了很多叮嘱信息。此刻苏年已经和女孩对上了眼，瑟琳娜周围的石块不断脱落，同时苏年也感觉到洞穴剧烈颤抖。什么情况？就在两人诧异之际，结果瑟琳娜从天而降，没想到刚刚碑文上所说一切都是真的。他长舒一口气，幸好刚刚碑文提醒千万别念别拿别对视。一个怯懦的声音响起，要是都做了会怎样？下一秒晶石发出碎裂的声音，轰的一声，整块晶石裂开，迸飞的石块居然刺破了苏年的鳞甲。黛西周围涌出一道道黑色能量，他猛地睁开双眼，终于自由了。检测到特殊女性 NPC， 请宿主进行攻略。此时苏年正躲在黛西身后，他刚想吐槽系统这种时候不该出现捣乱，就惊动了即将离开的黛西。苏年和瑟琳娜转身就跑，下一秒他精疲力尽地趴在沙漠上，没想到这个疯女人毫不费力就冲出了沙海。黛西怒斥道：为什么要跑？我又不会吃了你。
原来他是看上了苏年完美的鳞甲，只要坐在上面就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他朝着苏年抱怨，都怪那些法师杀死我的宠物蛇蛇，不如你成为我的新宠物，我叫你龙龙好不好？想到要被人用锁链像狗一样牵着，苏年抖抖肩将其甩了下去。老子可是龙！黛拉手中立即汇聚出一个火球，此时系统提醒到当前攻略对象好感度下降为负10，比较危险。唰的一下，火球从苏年背后闪过，结果直接命中了恩古斯的龙巢。他指责苏年打不过自己，竟还找帮手，说着就要上去给黛西点教训。苏年则劝其不要动手，女人没一个好惹的。可苏年话音刚落，恩古斯就冲到黛西面前，怎么你也想成为我的宠物？苏年感慨年轻龙就是不听劝。恩古斯口中汇聚龙息，想要一展雄风，让苏年看看谁才是龙族霸主。龙息命中毁掉黛西一只胳膊，可他人却没事，反而被彻底激怒。只见其胳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很快长出了一只新的。我说过宠物必须要听话。恩古斯被一股力量缠绕，不能动弹。紧接着黛拉抽出一根鞭子，趁着他教育恩古斯的瞬间，瑟琳娜开口，大黑龙我们抓紧跑路吧。结果回头时却发现苏年没了踪影。原来他为了完成攻略 NPC 的系统任务，耗费上千系统点打造了一个契约法阵。突然黛西背后出现一颗火球，从身旁快速划过，高温竟烧破衣服。紧接着苏年冲到黛西跟前，美其名曰自己释放出的恶魔就该亲手打败。黛西嘴角扬起一抹微笑，不愧是我看中的宠物。而后小手一挥，将恩古斯弃于一旁。随后苏年跟着又补上2脚，地上一纸欠条，不用谢我，这是救援的费用，记得还。恩古斯看到后眼珠子都瞪了出来。10亿金币。黛拉手中长鞭突然化作血红色，别分心啊！唰地一下抽了过去。苏年纵身一跃，悬浮在空中。黛拉步步紧逼。苏年见状开启契约法阵，但却要等10分钟才能生成，这就意味着要困住黛拉10分钟才行。苏年反手咬住他手中长鞭，一个劲的往法阵区域冲，忽然猛地翻身将黛拉踩到脚下，使其不能动弹。然而刚刚破除封印的黛拉对法阵极为敏感恐惧，他立刻将手上的鞭子收回，从黄沙中召唤出一条巨蛇，张开盆大的嘴巴飞向瑟琳娜。而此时距离法阵完成只剩10几秒，虽然心有不甘，但他更不愿意看到瑟琳娜受伤。苏年咬中巨蛇那一刻竟化作蛇海，他示意瑟琳娜感觉找个地方躲起来，结果刚走2步就被什么东西绊倒，回头看去竟是铭刻境界碑的尸骨，手指上还戴着一颗戒指。此刻苏年在黛拉面前已毫无还手之力，既然你不听话，那我拔了你的鳞甲。苏年慌了，等一下有事好商量。黛拉攻击至距离苏年1毫米时突然停住，死灵法师困地术，怎么可能？1000年前就被我破除了。原来是瑟琳娜催动了戒指残余的力量。苏年再次耗费1000系统点生成契约法阵，契约法阵已生成。黛拉神色逐渐变得紧张，请宿主献祭容器与黛拉绑定关系。就在苏年伸出左掌的那一刻，系统再次响起，契约已签订，切西亚黛西成为宿主奴仆。随后苏年看向恩古斯，你还欠我10亿金币呢，给你2个选择，要么成为我的眷属，要么扒皮抽筋做成装备。恩古斯怒斥，杀了我你就会被巨龙保护联盟通缉。没想到恩古斯也是个可怜的小家伙。1000年之前龙岛有上万头巨龙，突然有天闯入了一批人类，他们发现龙全身上下都是宝，于是开始了无情猎杀。恩古斯的家人就死在自己眼前。由于龙的生长周期太过漫长，导致现在能够存活的龙少之又少。幸存下来的2只成年巨龙建立了巨龙保护联盟，只要遵守规矩，任何龙都能得到庇护。可在苏年眼里，他们不过是一群只会吃睡内斗的废物。因为苏年刚重生到这个世界时就被赶出了龙巢，然而恩古斯却引以为傲，杀了我你就会被巨龙联盟囚禁，天天吃鼻涕虫。正在气头的苏年上去就是一脚，如果你不愿意成为我的眷属，现在就让你吃鼻涕虫。在其威逼利诱之下，恩古斯也成为了苏年眷属。就在这时，安娜带着魔物大军赶到，根据系统指引，苏年很快找到新手村。波里拿出狗头人特制的新型炸弹，与普通炸弹相比，不仅威力强数10倍，还能散发毒气。随着苏年一声令下，狗头人先是打出炮弹远程攻击，迷倒城墙上的守卫后，豺狼人抡起棒槌以及烈火兔大军一同冲进了新手村。紧接着苏年示意恩古斯跟随自己向村庄最中心喷吐龙息。恩古斯不解，人类没有招惹自己，为何要赶尽杀绝？结果惨遭苏年怒骂，愚蠢，为什么龙的数量越来越少？此时恩古斯还是不明白，苏年脸顿时黑了，因为人类占据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对我们的同胞肆意屠杀，甚至取龙心泡酒拌饭，自诩屠龙者站在你身体上耀武扬威，一旦放走了他们，就会有更多的同胞惨遭毒手。闻言，恩古斯脸也跟着黑了下来。下一秒，2龙飞到村庄上方肆意破坏。黄毛立刻吩咐法师玩家给战士玩家套上护盾，然后再施展延迟法术拖住巨龙，最后又命令所有战士玩家拿出标枪全力投掷。就在标枪飞速靠近之际，苏年使出龙族秘法武装解除，令所有袭来的标枪坠落，砸死了不少玩家。结果恩古斯发现他们死后总会从一个小房间里走出来。苏年给了恩古斯一个眼神，这一点想必拥有龙族传承的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所在的世界并不是唯一，这群人正是来自平行世界的水蓝星，他们死后都能从广场复活，只不过每次复活时间就会翻倍。
很快整个村子就剩下了黄毛和一名法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法师示意黄毛一路向西，去投奔隐藏的4号新手村。黄毛回头看了一眼，心有不甘，但却只能逃跑。砰的一声，整个村子被毁，新手村核心碎片赫然显露出来。苏年对着恩古斯说道：“这个晶片可以帮我们建立城市，只有消灭村庄才能获得。玩家们只需击杀我们这些魔物就能变强，所以恩古斯，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就在这时，安娜传来黄毛两人逃跑的消息，她想让苏年赶紧追上去，结果苏年将计就计，一路跟随找到隐藏的4号新手村，再次开启了屠杀。恩古斯一爪子掀飞2名玩家，外出归来的小黑子们顿时不知所措，真晦气，哪里来的巨龙？阿三转头想要逃跑，身后阿四却开口：“我们可以复活，为什么要跑？”阿三反手就是一巴掌。难道你们没看攻略贴吗？已经有玩家复活时间太长，又没有食物和水，饿死广场了。然而他们刚走没几步，就被一名女人拦住去路。原来她也是猎龙者。女人询问阿三刚刚说的巨龙在哪里。阿三见女人动起了歪心思，龙有什么好看的，还是跟哥哥玩比较好。女人的眼神像是给他们判了死刑。下一秒阿三被打得跪地求饶：“女侠饶命，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巨龙。”女人一声冷笑，这头巨龙凶残无比，必须要找个合适的方法接近才行。另一边，苏年一口龙息将整个村子彻底摧毁，再次获得一个新手村核心碎片。他终于凑齐了4颗。系统突然提醒道：“是否合成建村令？”苏年摧毁4号隐藏新手村后，女人命令阿三等人装作歹徒，并伪造出自己被欺负的场景。等到苏年路过时，他趁机呼救，以此靠近苏年，想利用美貌诱导苏年将自己留在身边，届时再寻找机会屠龙。可苏年最先注意的不是女人，而是4号新手村的漏网之鱼。结果苏年对着他们一阵恐吓，竟换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阿三不仅主动交出了所有食物，还说出了风暴蠕虫王作恶多端，被大量玩家通过传送法阵讨伐的信息。有魔物被标记成世界 BOSS， 这就意味着苏年现在很安全。榨干阿三身上最后一丝价值后，苏年一脚将几人踩死。身后女人呢喃道：“果然是条恶龙。”忽然远处传来安娜2人的声音。女人见状一惊，必须要将这2个妹妹救出来。安娜抱怨道：“身上好脏，想要快点回家洗洗。”一想到能和安娜一起搓澡，苏年恨不得开个传送法阵回去。结果女人突然挡在安娜面前：“巨龙大人，等一下，我愿献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瑟琳娜脸顿时黑了：“好你的大黑龙，居然敢在我们打扫战场时聊别的女生！”苏年见状询问系统有什么方法能甩开女人。系统回应宿主可以考虑放出沉睡气体。呼哧一声，黄色气体从苏年身后喷涌而出，让苏年当着3人的面丢进龙脸。甩开女人回到龙巢后，苏年将4颗新手村核心碎片合成建村令。系统给了他3种建筑选择：城堡式初级要塞，以及类似蚁穴的龙巢，最后是初级地下城。经过对比，苏年选择建造地下城，因为地下城可以利用传送阵出入，且十分隐秘。龙巢中散发一阵耀眼的白光，魔物们脚下凭空生成一道法阵，唰的一下，全都传送到了苏年的黑暗君王宫殿。只要在殿内，苏年全属性就能提升 50%， 而且还能任命2个殿前侍卫。目前可任命对象只有恩古斯和安娜。苏年刚一选中恩古斯，顿时一股力量涌入到他的体内，接着飞出去巡视其他魔物巢穴，发现狗头人和豺狼人巢穴也发生了质变，大大缩短了魔物成熟周期，新生魔物战斗提升 20%， 就连玻璃搭建的监狱也迎来了升级。就在苏年得意地看着一个个升级后的变化后，系统却告诉他，1周后地下城将会被刻在玩家的地图上，与世界 BOSS 暴露而出的位置相比，站在玩家视角，苏年就像是一个副本，只会吸引小部分人来挑战，而苏年若是将这部分人击杀，就能获得双倍系统点，这样看起来倒也不错。可他并不想过这种被人隔三差五打扰的日子，于是苏年看向了改造升级的幽暗迷宫，他示意玻璃去墙角站着不许动，结果玻璃身体突然开始虚化消失，原来这是幽暗迷宫的特殊功能，只要站着不动超过5秒会进入不可察觉的状态，完美契合了狗头人因人做老六的特性。随后苏年花费了5万系统点，用于强化自身实力，并告知安娜这次进化不会有危险，因为过程会比较曲折。苏年想让她暂且离开，可一想到上次苏年进阶时被玩家攻入龙巢，安娜说什么也不愿离开，苏年没有办法，只好让她留下。结果他刚一命令系统开始强化，手臂就传来断裂的声音，接着大腿也跟着咔嚓一声，苏年应声倒地，就连翅膀也没能幸免断裂开来。原来是此次强化涉及器官较多，为保安全，系统特意切断了他的4肢。此时苏年的每一根神经元都在传递着刺痛的信号，最终他耗费1000系统点，让自己陷入沉睡。安娜在一旁看得眼泛泪花，立刻使出治愈性魔法。苏年睁开双眼，怒骂系统：老子花了1000系统点昏睡，怎么又醒了？系统告知苏年是安娜用外力唤醒他，最终他只能含泪强化。突然心脏开始快速跳动，苏年发现精神世界多出数条白线，他尝试着触碰其中一根，结果感知到一名站岗的狗头人士兵，满脑子都在想土豆泥。系统提醒和眷属建立连接成功，目前最多可连接999名，想要连接更多需要升级群虫意志，想到名额有限，必须要用到精锐上才行。
苏年果断选择与波里建立连接，没想到波里竟在做这种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红香肠嘴，苏年下意识抬手拒绝。群虫意志的强大似乎超过了他的想象，竟能潜入意识支配眷属身体。很快系统提示道，波里继承苏年 0.1% 的属性，获得铁甲技能。于是苏年通过白线，在豺狼人烈火兔鸟妖中选了一批精锐强化。经过2个小时半的改造，安娜因为长时间释放治愈魔法，导致魔力枯竭晕了过去。苏年将她放在长椅上休息，随后找到恩古斯，他选中一根白线，恩古斯头顶顿时冒出3颗能量球，分别代表龙息铁甲肌肉力量。苏年让其从中选一个想要拥有的能力强化。身为龙族，他铁甲已经有了。龙息方面，恩古斯主要是昏睡和线性突袭，有很好的控制作用，也没必要改变。于是他果断选择了更为合适的肌肉力量强化。而此时正在昏睡的安娜，感觉被一根舌头舔湿了毛发，抬起头，她想要对苏年发怒，结果眼珠子都瞪了出来。巨龙先生怎么进化成绵羊了？突然安娜猛地惊醒，看到苏年还是一条巨龙，她长舒一口气，还好是个梦。不过巨龙先生变成绵羊还挺可爱的。苏年不解道，什么？我变成绵羊很可爱？安娜发现苏年进阶完能听到自己心声，又气又羞，她谴责苏年以后不准窥探自己的想法。突然系统检测到有大批玩家靠近地下城，上一次屠龙失败被苏年抹杀，这次蓝毛做足了准备，精心挑选了7781名精锐玩家，而且携带了威力无穷的热武器，其中还有一名不是玩家的女人，名为弗雷亚，是一位星辰魔导师的术士。接到安留斯国王拯救公主屠杀黑龙的告示而来，想要与蓝毛合作。不知他是怎么混进队伍的，蓝毛起初并不想接受一名弱女子，可当他一声口哨吹响，草丛中钻出一只发狂的男人，还没等他开口，玩家一发热武器炮弹就打了过去，男人的肚子当场被穿了个洞。弗雷亚解释他是我的宠物，也是一名治愈勇者，无论受多重的伤都能愈合，而且还能为你们任何一个人治疗。接着对着男人撒了一瓶药水，男人伤口瞬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蓝毛见状立刻笑脸相迎，殊不知这一切都被苏年看在眼里。呼的一声，苏年将一张纸条吹到了蓝毛脸上，告知他银月森林中有座地下城。他瞬间想到一路上不见魔物踪迹，定是都躲进地下城去了。随后他挥手告知同伴，准备来个突袭，可他不知已然落入陷阱。苏年先是召集了烈火兔和豺狼人首领，命令他们带上各自长相凶狠的麾下，很快来到迷宫。苏年告知他们只要在迷宫中静止不动，就会进入不可察觉状态，随后亲自示范教他们使用机关攻击。魔物们刚想各就其位，想要蒙混参战的安娜就被揪了出来。苏年怒斥不许他加入战斗，眼看自己无论怎么卖萌撒娇，苏年都没有同意。他指着瑟琳娜说道，为什么姐姐可以去？下一秒二人骂骂咧咧，被苏年抓了回去。另一边玩家们已经发现地下城的入口，自诩天才魔法少女的弗雷亚判断石门不过是障眼法，入口一定在别的地方。身后的小黑子也跟着附和有道理。结果蓝毛扭动石碑上的圆盘，地下城的大门嘎吱一声就开了，这让他面子上有些挂不住。刚一进去，他们就发现有3道门。弗雷亚试图挽回颜面，他提议所有人集中一起走，就算走错战力不分散也是安全的，无非出来再换一条路。可蓝毛根本不听，当场示意手下兵分3路。然而他们刚进1道门没多久，结果弗雷亚刚一进去就撞上了苏年，但他并没有移动，弗雷亚竟将他当成了雕像。另一道门麦德碰上了烈火兔，然而他只是靠近吸了一口气，顿时鼻孔难以忍受，打了个喷嚏。意识到情况不对，他立刻给蓝毛发信息，我对毛发过敏，这里似乎有活物。蓝毛这对碰上的是豺狼人，年轻气盛的莱特当场就要用 RPG 导弹将其炸碎。蓝毛担心打草惊蛇拦住了他，并示意同伴赶紧离开迷宫。就在这时，豺狼人口水忍不住流了下来，突然伸手冲向莱特，只见其反手扣动扳机，豺狼人迅速躲闪，墙壁被炸得粉碎，玩家们瞬间乱成了一锅粥。另一边弗雷亚示意后面人跟上，马上就到出口了。突然有人质疑他乱带路，随后双方便开始争吵。安娜躲在他们身后偷偷观察，巨龙先生他们好像吵起来了。苏年发出一声怒吼，放心，他们很快就没心情吵架了。魔物们收到苏年发出的信号，纷纷开始行动。首先是烈火兔对玩家们步步紧逼，紧接着蛇鹰兽从墙里伸出脑袋将玩家一口吞掉。苏年突然屹立在众人头顶，蓝毛发出指令，大家不要慌，法师保护战士们往前冲，别忘了我们有热武器。收到蓝毛指示，一名玩家立刻掏出 RPG， 扣动扳机朝着苏年轰去。令他意外的是，苏年竟将炮弹吃了，并把爆炸产生的白烟当作饱嗝打出。系统提示吞噬玩家导弹，龙息威力提升。下一秒苏年发动龙息，在这种狭窄的地方玩家大量进入，最终麦德一队全都丧命，无一幸免。系统声音再次响起，宿主击杀大批量玩家，解锁暗黑铸造工厂。随后他示意安娜不要恋战，打扫战场的事交给波里就行。他叼起安娜想要回去看看暗黑铸造工厂是个什么东西。与此同时，弗雷亚不小心闯进死胡同，突然他感受到背后有一股杀气，没想到竟是他的宠物凯尔亚。弗雷亚怒斥，你不过是个下贱的侏罗，也想造反吗？凯尔亚将其击倒，伸手触碰，弗雷亚顿感体内魔力迅速流失，接着将其超翻在地。就在他准备报复弗雷亚之时，一颗火球突然出现在其身后。苏年没想到回去的路上竟能看到这番好戏，
不过他可不允许魔宫中有人比自己更过分。然后下一秒他却看呆了，身后安娜开口：“巨龙先生，你在瞅什么？”面对安娜发自灵魂的质问，苏年催促他赶紧去暗黑铸造厂。本以为工厂会是这番华丽的景象，结果却只有破破烂烂的大门。苏年见状立刻质问系统究竟是怎么回事。系统回应：铸造厂完成搭建需要5万系统点。他当场就不乐意了，这破宿主谁爱当谁当，直接开摆。系统拗不过苏年，给了他100次免费锻造装备的机会。很快一座高大威武的工厂建造完成，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头走了出来。苏年满脸错愕，有种被系统坑的感觉。他急忙开口询问前100份不需要手工费，你应该知道吧？老者向其索要铸造装备的材料，并告知他目前的设备最多只能锻造高级装备，若设备材料火焰都是最好的，铸造神器都不是问题。苏年没有想到老头竟是位隐藏的大佬，可眼下金币和矿石都被自己吃掉，根本就拿不出任何材料。他厚着脸皮询问没有材料能不能铸造，老头表示没有材料应该找上帝而不是锻造师。苏年忽然灵机一动，吩咐玻璃将所有白银宝箱和钥匙拿来，看看能不能开些材料。咔嚓一声，他打开宝箱，获得磨砂卫生纸1卷，接着是神级开塞露。更离谱的是这袋8味地黄丸，苏年顿时泪流不止，这都什么鬼？一旁安娜见他有些累，主动帮忙开宝箱，结果刚一打开，系统就提示获得星辰钢10个单位。苏年一股脑把钥匙全都给了安娜，他又开出百锻铁1000个单位，接着是水车图纸、化形药剂。安娜一眼就认出了这瓶药剂，随后迫不及待地递到了苏年的面前。也不知道巨龙先生什么时候再次化作人形。苏年立刻听到了安娜的心声，这么关注我化成人形，你不对劲哦。安娜气得小脸通红，才没有。苏年转身将开出的材料交给老者，经过他的一番评估，打造大师级20把武器不是问题，若算上盔甲只能打造5副。苏年很清楚现在魔物众多，装备最重要的是能够普及而不是精炼。老者保守估计打造普通装备300套不成问题，这让苏年很满意，但他却担心起了老者身体。下一秒老者青筋暴起，陛下请不要质疑我的职业素养。苏年见状大吃一惊，老者回头怒喊上断锤。铸造厂3名小人推门而出，将锤子丢到老者面前，地面竟砸出裂纹。见其用这么重的锤子打铁，苏年感叹不愧是一代宗师。玻璃突然通过群虫意志传来信息，所有迷宫中的玩家已全部清点到位。苏年带着安娜亲自来到地牢，本想给蓝毛一个合作机会，结果他说什么也不愿交出热武器设计图纸。苏年只好命令玻璃挑断他的手脚筋，随后将目光放在凯尔亚身上，得知他是一名治愈勇者，苏年想要将其收到麾下。可在凯尔亚的意识中，人类才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但眼下若是不从估计会被捏死。于是他想到自己劣化技能或许能让巨龙陷入虚弱，再使用掠夺技能夺走黑龙的能力。凯尔亚假装同意加入苏年麾下，就在苏年准备与其缔结契约时，他突然一跃而起，发动了劣化和掠夺技能。意外的是竟触发了苏年的被动技能术士反噬。当苏年受到术法攻击失效时，会发动吞噬术吞掉别人的能力，虽说需要满足一定前置条件，但确实厉害。凯尔西计谋没得逞，反而赔了2个技能。反观苏年看着自己的2个新技能一脸得意。劣化与对方抗性判定成功后，可令对方陷入衰老虚弱；掠夺与对方意志进行判定成功后，可获取对方1个技能，但最多只能掠夺3个。了解完能力后，苏年一把抓起凯尔亚，对他发起了掠夺。狂暴投掷，什么鬼？一个术士学这种垃圾技能。接着是踏浪斩，对苏年也没什么用，铁手劈山也不需要，直到抽中术士技能优化，让他两眼放光。不知这项技能能不能让本龙的弗朗西斯大炮口径变小。巨龙先生快来玩了。想到这，苏年忍不住笑出了声。一心想要治愈技能的他，将凯尔亚榨干也没能获取到。很快他在地牢中发现一位眼熟的女法师，这不正是攻打莫里干沙漠以北新手村时遇到的女人吗？玻璃居然将她也带了回来。当女人把头套摘掉，安娜一眼就认出了她是艾芙琳。原来她是艾芙琳的姐姐莎莉斯特，她本是圣兰魔法学院的讲师。为了寻找失踪的妹妹，她找到安留斯王后，不惜花费10年寿命使用其魔镜，结果刚好看到艾芙琳死后苏年收尸的情景。一只狗在牢中苦寻机会刺杀苏年，就在刚刚他喝下临走前王后送出的化形药剂，趁着苏年和安娜震惊的瞬间，嗖的一下他闪到苏年身后，手中汇聚雷电之力，恶龙下地狱去吧！毫无防备被攻击后，几乎让苏年丢掉了半条命。看着眼前气势汹汹的艾芙琳，苏年想不明白自己曾经也算是救过他，就算成了鬼也不该这样对自己。这时化形药剂变化时间突然截止，莎莉斯特好感度-80等信息赫然显示在苏年眼前。他挥舞法杖想要继续攻击，安娜突然使出魔法挡住。莎莉斯特见状却愣住了，这些法术可都是自己亲自教过艾芙琳的。苏年顺势一把将其摁住，你究竟是谁？当莎莉斯特说出自己是艾芙琳的姐姐来为妹妹报仇时，他们2个都震惊了。安娜解释道，艾芙琳姐姐是被布莱泽杀掉的，巨龙先生得知后还专门给她报了仇。莎莉斯特没有想到结果竟会是这样。系统忽然猛地提醒苏年，世界 BOSS 风暴蠕虫王靠近他势力范围，曝光度开始提升。苏年打开地图，确定完风暴虫王坐标，一股脑冲出了地下城，被玩家追赶至此身负重伤的风暴蠕虫，本想来这里寻找5阶蜘蛛魂疗伤，却碰上了来势汹汹的苏年。
他解释道有大量玩家正在追杀自己，若不赶紧离开可能会给苏年造成麻烦。苏年见其态度不错，准备收些过路费了事，但他却说自己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闻言苏年立刻怒了，没有那就把命留下。风暴虫王心生一计，准备把苏年引到玩家面前，而此时的玩家们在海岸旁正在相互指责对方过失导致风暴蠕虫逃走。突然有人发现 BOSS 又跑了回来，顿时谋足了劲，准备将其一举拿下，但平静的海面上多出的巨型身影让所有人都慌了。警告！发现隐藏世界 BOSS 变种黑轮。苏年发现岸上有这么多行走的系统点，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奋。他挥动翅膀率先对玩家们发起了攻击。风暴蠕虫见计谋得逞，想要逃跑，结果彻底激怒了苏年，把我引到这里还想逃跑。下一秒他口中汇集龙息轰了过去，即便在水中，风暴蠕虫依然没能逃脱被烤熟的命运。一名玩家指着苏年说道，黑龙的血条怎么会这么长？田吉示意众人不要怕，只要有血条肯定是能杀死的。苏年转身口吐龙息朝着玩家推进，目视玩家释放水遁硬扛一击，紧接着田吉一声令下，数条由寒冰打造的锁链紧紧缠绕住苏年，所有人用力一起往下拉。苏年怒斥，那么想让无下去，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玩。他发力将玩家拖入水中，而后落地一脚将玩家震飞。田吉抓到苏年落地的瞬间，使出了田家成名绝技飞身流萤斩，发现竟没对黑龙造成一丁点伤害，在苏年眼里就像是被针扎了一样。就在众人心灰意冷之时，麦克雷超出手枪连开数发，命中后血量掉至 99%， 这也让玩家们再次燃起了希望，看来不是无敌的怪，兄弟们一起上啊！然而下一秒苏年的血条就又到了100%，顿时让他们傻了眼。麦克雷则趁机捡走了风暴蠕虫王的宝箱，这一行为不单单惹怒了玩家们，更是被苏年判了死刑。本王辛苦打下的宝箱你也敢抢？麦克雷见状立刻躲闪，回头还不忘嘲讽，怎么样，打不着我吧？结果却被一位从天而降的老者踩到脚底。彼得洛夫谴责他不该做出卖队友的行为，接着他抽出背上巨剑对准了苏年，随后自顾自地说道，能遇上隐藏 BOSS 是老夫的幸运，这将是老夫的成名之战。然而在苏年眼里不过是又多了个送死。觉醒出隐藏职业满血战士的他，一上来竟是拿刀割了自己脖子，接着又补上一瓶药剂让自己维持在滴血状态，只因这个职业生命值越低造成的伤害越高。他纵身一跃，黑龙跟我决斗吧！苏年伸出龙爪上前抵挡，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僵持不下。就在玩家觉得彼得洛夫可以获胜时，苏年小手一挥，召唤出了与自己签订过主仆契约的黛拉。彼得洛夫懵了，什么鬼？黑龙手里怎么会窜出个女人？黛拉挥剑给了他致命的一击，结果却触发了他满血职业的第二个技能，血量降低至 50%， 将会进入10秒无敌状态。彼得洛夫两眼变得通红，将手里的重剑举到头顶，唰的一下朝着苏年砍了过去，地面瞬间蹦得4分5裂，但结果却不尽人意。黑龙怎么不见了？飞到空中的苏年厉声呵斥道：“10秒结束，该我了。”苏年反手开启传送法阵吸入海水，另一端则对准了玩家，将众人淹没。随后又在空中补上龙息，玩家们没有立刻被水淹死，反而被升温的海水小火慢炖而亡。苏年则将击杀风暴蠕虫王的宝箱收入囊中，满脑子都是安娜的身形，迈着惬意的小步伐回归龙巢。可就在这时，身上传来一阵刺痛，苏年发现脖子上竟有道裂痕，原来是有个侥幸生存的玩家发起了偷袭，此时正躲在石头后偷偷感慨飞剑技能威力大，开了隐身黑龙肯定看不到自己。殊不知苏年发动龙族传承技能气息密语，一眼就发现了红毛李晨的存在。下一秒他周围开始变得炽热，回过头来苏年竟已出现在身后，他猛地起身逃跑，还不忘回头嘲讽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嗖的一下苏年也跟了过来，令其当场傻了眼。紧接着他开始变得自责，早知道就不手剑是飞剑的威力了。苏年想笑却紧绷着脸，死之前必须榨干他价值才行。只见苏年将宝箱丢到李晨面前，打开这个宝箱无可以放你离开。李晨瞬间冷静了起来，魔物怎么也对宝箱感兴趣，难道宝箱中的东西魔物也能用？可当下不是琢磨这些的时候，先把命留住再说。他冲着苏年回应道，我可以帮你打开宝箱，但你要做出保证，打开宝箱之后不能以任何形式伤害我。苏年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没问题，我跟你签订契约。李晨咬破手指摁上手印，看着苏年立下的字据，他总感觉有些奇怪，直到他掏出钥匙那一刻才幡然醒悟，上面写的是打开宝箱之后不会伤害自己，开宝箱之前可不作数啊。想到这他瞬间变得紧张，此时身后苏年脸也黑了下来，一巴掌将李晨击杀。他接过钥匙将宝箱打开，里面有隐藏职业龙骑士转职卷轴、黑龙哨兵所建造图纸、可升级任意一件普通建筑的升级卷轴，以及大师级空间戒指一对。很快苏年就被黑龙哨卫所的能力吸引，唯一通过性，也就是说想要攻入地下城，必须先攻克黑龙哨卫所，且一次进入哨卫所的人数会有限制。于是苏年不惜耗费重金打造，因为一次可放置兵力有限制，苏年专门挑选了精锐魔物，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责防守哨卫所，唯一不足的是缺少治愈性魔物。苏年摁下黑龙哨卫所按钮，发现魔物像活靶子一样在里面行走，于是对魔物的行为和站位进行了调整。苏年将他们每3只魔物分成一组，每隔5分钟换一批魔物，精锐豺狼人和 BOSS 随机上场，系统却告知他自己拟定哨所布置，需要放置掉落物品，
只有这样才能吸引玩家前来挑战。因为苏年之前解锁了铸造厂，现在只要花费系统点就能随意制造材料。他制造了麻辣萝卜，设置为烈火兔掉落物品，玩家使用后可使用一次火球术，且不同品质的烈火兔掉落概率不同。另一边，玩家们立刻收到消息，普通难度副本黑龙哨所已开启，击杀魔物可获得优厚奖励。而回到龙巢的苏年将龙骑士职业转使用在安娜身上，他瞬间感到全身燥热难耐，接着竟长出一双龙的翅膀，又长出一对龙的犄角。苏年没有想到这个职业竟然改变了安娜的形态，转职后的安娜不仅能释放龙灵护盾，还多一个释放后可让巨龙近战翻倍的辅助能力。就在这时，恩古斯慌忙赶来，原来是地牢的玩家不肯招认。苏年得知后将建筑升级卷轴丢给恩古斯，示意他将地牢升级。接着苏年将空间戒指当作礼物送给了安娜，并卖关子道，戒指只是礼物之一，真正的礼物在戒指里面。一旁恩古斯被龙形态的安娜深深吸引，苏年见状将其一脚踢飞了出去。恩古斯落地后还以为苏年是在激励自己，于是果断来到地牢中，再次对蓝毛用起了酷刑，说什么今天也要从蓝毛身上弄到热武器图纸。而安娜发现苏年口中真正的礼物竟是一条黑色连衣裙，脸瞬间变得通红。巨龙先生一天到晚就知道色色。苏年立刻解释道，你是精灵，我是龙，什么都做不了，我只是单纯觉得在这炎热的夏季，穿着这件可调节温度的衣服能睡得更香。闻言安娜开口道，真的吗？可当她听见苏年回应比珍珠还真，却生气地扭过头去，随后飞回了自己房间。苏年紧随其后到了安娜门口，才发现地下城的建筑风格房门太小，自己根本进不去。思来想去，最终他一头扎进了屋门，结果刚好看到躺下的安娜。苏年见状立刻变得两眼放光，竟将门口撑破冲了进去。安娜质问道，巨龙先生你要干嘛？苏年将安娜一把搂在怀里，用食指摁住嘴唇，以后叫我哥哥就好。就在安娜对苏年好感度快速提升时，恩古斯突然赶来，声称已经搞定了蓝毛，那家伙现在很愿意帮我们制造武器。他本以为这次会得到苏年夸奖，结果却又被一脚踢飞了出去。紧接着系统传来警报，大批玩家已来到黑龙哨卫所。通过接触大门，玩家得知黑龙哨所一次只能进入20人。尽管如此，队长还是壮着胆子走了进去。刚一进去，就有位胆小的玩家落后，烈火兔趁机对其发起进攻。队长见状回身上前抵挡，女孩受到惊吓，竟转身逃跑，丝毫想不起释放魔法反击。这时豺狼人突然出现，朝着玩家一口咬了下去。有的玩家不慎落入陷阱而亡，最终20名玩家无一幸免，全都成了苏年的系统点。莎莉斯特找到苏年，说自己准备了一些魔法课程，可以供安娜和瑟琳娜学习。苏年想不明白，上次见面他还嚷嚷着要找自己报仇，原来莎莉斯特看到艾弗琳的墓碑，感受到妹妹走得很安详。苏年示意安娜去学习魔法，将亚精灵的天赋发挥出来，可安娜却十分不情愿，因为年幼时她在翡翠之森连续10次觉醒进阶亚精灵都没成功。苏年赶忙安慰，只要跟莎莉斯特好好学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强，不会比任何亚精灵差。就在这时，系统检测到有 NPC 正在召唤苏年，考虑到真身被召唤过去会有危险，苏年耗费2000系统点，抽取部分灵魂力以分身的形式传送过去。另一边，艾里兰帝国斗兽场内，一名女孩正跪倒在雄狮面前，下一秒她飞身将女孩扑倒，女孩被硕大的爪子踩倒在地，接着她用力撕咬啃下女孩胳膊。台上艾里兰第三公主戴尔娜看得不亦乐乎，原来台下女孩是她父皇和平民的私生女，她嫉妒女孩的治愈能力，只要不一次性将女孩杀死，不管受多重的伤都能自动愈合。想到这，她脸也跟着黑了下来，紧接着放出一头凶狠的龙兽。戴尔娜就想看看被龙兽糟蹋后女孩身体还能不能恢复。此刻女孩只希望能活下去，天使也好，恶魔也罢，只要能救自己，她愿永生为仆。就在这时，一道白光从龙兽面前闪过，苏年从系统开启的传送法阵中露出的脑袋，来自真龙血脉的压制让龙兽变得像狗一样唯唯诺诺。此时苏年还一脸懵，召唤场地竟是斗兽场，直到他手上传来刺鼻的血腥味，才注意到脚下这具失去四肢的身体竟在不停地朝着自己呼救。苏年这才意识到，召唤自己来的不是这头欺软怕硬的龙兽，而是脚下奄奄一息的女孩。他心头瞬间涌上一股怒意，使出龙息将龙兽击杀。台上戴尔娜痛失爱宠，立即召集麾下精锐士兵围攻苏年，可他知道黑龙是5阶传奇生物，光凭这群精锐很难将其击杀。于是戴尔娜写上一份求助信，命信鸽传到最近城防统领那里报信。艾里兰国王有4位守城大统领，他断定黑龙翻不出什么浪花。眼下苏年想要救回重伤女孩，系统建议他用系统点购买浇筑龙血。随后苏年将手指划出一道小口，滴到了女孩胸口，女孩发出一声惨叫，四肢开始缓慢愈合。但士兵们已将苏年团团包围，小队长一声令下，所有弓箭手都做足了准备。刹那间，数支飞剑朝着苏年而去。小队长手提长剑呵斥道：“黑龙受死吧！”苏年当即使出龙族秘法武装解除，令即将靠近自己的铁制品全都脱落。没了盔甲的小队长一丝不挂，显得十分尴尬。他再次捡起武器，一刀砍在苏年身上，结果刀却断了。苏年口中汇聚龙息，想要将其抹杀。这时6阶的大统领金勋骑士突然赶到。原来戴尔娜早就料到银勋级别的士兵不是黑龙对手，提前使用信鸽通知了距离最近的守城大统领支援。他先是大声呵斥吸引苏年注意，
接着一个箭步冲了过来。苏年能感知到来人并未使出全力，手中长枪却轻易刺破了自己的鳞甲。帕里科德迅速拉开身位，感叹苏年装甲竟超过成年巨龙。此刻双方都觉得对方是难缠的对手。帕里科德将力量集中到长枪，再次对苏年发起了攻击。此时苏年才发现他是6阶骑士，见长枪袭来，他下意识伸手抵挡。帕里科德全力一击竟穿透了他的手掌。吃了亏的苏年飞身于空中，若是真身传送过来，或许还有战斗希望，眼下还是逃命要紧。就在他刚走没多远时，远处山巅宫殿之上传来一股力量。通过洞察术得知，这股力量来自8阶骑士艾里兰王之手。苏年迅速闪身躲过，看到是根标枪，可标枪像是有意识般紧追不舍，无论他怎么飞都甩不开。于是他转身再次发动武装解除，结果惨遭一击，容易受到重创。落地后，苏年才发现竟是一根普通木棍，怪不得武装解除没能将其击落。感受到8阶强者的威压，他找了一处山洞躲了进去。刚才只顾着打斗，进入山洞他才想起手中攥着的女孩。苏年惊奇地发现女孩不但没死，双腿竟还重新长了出来。他猜想女孩大概率拥有自愈能力，刚好是自己需要的，于是心生歹念，对女孩发起了掠夺技能。但系统却告知他，目标对象是特殊 NPC， 无法掠夺其核心能力。他只好先回龙巢。回来后，苏年主动找到凯尔亚帮自己疗伤。凯尔亚怒斥苏年是个强盗，夺走了自己的能力，就是死在地牢也不愿意帮忙。闻言，他命令波里对凯尔亚施展酷刑。波里掏出一个装满道具的宝箱，起初他亮出第一刑具尖叫蚁。凯尔亚并不害怕，因为比起他曾经受过的苦，这根本不算什么。可当波里掏出第二刑具至尊摇摇蚁，他脸颊冒出一股冷汗。本着服务至上原则，波里贴心地亮出第3套刑具布袋和铜锣。随后波里脸色阴暗地让其自选一套。凯尔亚果断选择了看上去最安全的布袋。下一秒，波里示意手下把汤姆和杰瑞连同凯尔亚一同扔进了布袋。他在外面用力敲打铜锣，很快里面传出求饶愿为苏年治疗的声音。凯尔亚浑身是伤的走了出来，他挥手施展治愈魔法，苏年胧一伤口才恢复10%。凯尔亚突然口吐白沫晕了过去。苏年看他这么弱，本想用掠夺技能抢走治疗术，系统却告知他，凯尔亚对人治疗会反噬灵魂，由于治愈勇者体质特殊，会自动修复，若是苏年使用，会对灵魂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苏年只好留他一命。想到安娜正在和莎莉斯特学习魔法，苏年准备去检查下学习成果。短短2个小时半的学习，瑟琳娜就完成了水元素的掌控，安娜更是可以将水元素化成任意形状。莎莉斯特见状惊掉了下巴，因为他领悟这项技能用了1个星期，结果为了保住身为老师的威严，他吹嘘说自己只用了1个小时。等到安娜感到自己魔法天赋很差时，莎莉斯特又对其一顿夸奖安慰，随后又让他尝试召唤水元素和元素生物沟通。安娜身后竟出现一道元素之门，而且比自己召唤的大了5倍不止。接着一只元素生物从中伸出个脑袋，莎莉斯特瞬间站不住了。初学者竟召唤一头4阶元素首领，他厚着脸皮说道，安娜，你的释放虽有瑕疵，但已经很不错了，你需要提高施法速度，还有右手低一点。下一秒，元素门中又走出来一只。安娜总觉得还有只更强的元素精灵很想出来，但她感觉控制不住，就将其塞了回去。莎莉斯特这才松了口气，你的做法非常正确，将实力太强的生物召唤出来很可能不听指挥。安娜继续追问如何能更熟练地掌握，自愧不如的她称身体抱恙，转身就跑。安娜还以为是莎莉老师讨厌自己，好在这时苏年赶了过来，他忐忑询问道，哥哥，安娜这个水元素合格了吗？苏年示意他将召唤物收回去，这岂止是合格，简直是超额完成任务。讲师都羞愧而逃了。随后指了指一旁苦练的瑟琳娜，你要是有空多带她也练练吧，比起你她应该更担心合不合格。闻言，安娜这才露出笑脸。回到宫殿，苏年总感觉忘了什么，想着想着就睡了过去。另一边，艾里兰帝国山洞，召唤过苏年的女孩身体竟已自愈，她缓缓睁开双眼，本该被蛇蝎尾狮疯狂撕咬的她，不可思议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就连自己也变成这副怪物模样。这时他看到苏年分身灯泡似的眼睛，于是便走了过去。梦里苏年化成人形和安娜四目相对，哥哥，你喜不喜欢安娜？苏年喘着粗气将其扑倒，可安娜却用食指戳到了他的眼珠上，原来是洞中女孩在疯狂敲击苏年眼珠。醒来后，他怒斥女孩不该在关键时刻吵醒自己，女孩瞬间被下跪在地。很快苏年发现女孩残破的躯体竟和龙血完美相融，系统显示她高度龙化，掌握了很多龙才拥有的技能，严格来说可以称为龙人。至于血脉能力涅槃，应该就是女孩自愈能力的源头。系统突然提示检测到 SS 特殊 NPC， 帮助女孩完成愿望将获得特殊能力。苏年猜想特殊能力多半和他涅槃能力有关，再不济也是和自愈相关的东西，于是他居高临下道，念你是初犯，我不予追究，作为召唤者无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女孩顿时两眼放光，可很快又脸色一黑，我想杀死伤害母亲的仇人。当苏年询问起伤害他母亲的仇人，他眼角顿时涌出一股热泪，原来她是艾里兰王的私生女。艾里兰王得知女孩的存在后，因为嫌弃她母亲身份卑贱，便将其一剑杀死，而他靠着体内王室血脉侥幸活了下来，但多年来一直是苟延残喘。艾里兰王之所以将其留在宫中，不过是看上了他身上的自愈能力，以至于多年来时常被折磨的体无完肤。女孩像是找到依靠般，向苏年诉说着自己的过去，
可苏年知道艾里兰王是名八阶勇士，就算是真身来了也未必能打过。另一边，艾里兰帝国大殿内，戴尔纳被一巴掌抽倒在地。原来艾里兰王经过多次实验，很快就能将女孩的自愈能力转到自己身上。得知他放走女孩后大发雷霆，戴尔纳立刻解释道，斗兽场不知为何会出现黑龙，是黑龙叼走了那个贱人。艾里兰王这才松开了手，随后他立刻召集宫内骑士，我很想知道一头还没成年的黑龙是怎么混进王城的。这时有位骑士双手递上一张卷轴，上面记载古代人对神将术的描述，黑龙有极大可能是通过女孩召唤而来。艾里兰王猜想，若是这样，女孩大概率会和黑龙待在一起，于是安排2名金勋骑士和法师去追踪黑龙。此刻洞中女孩一口咬定艾里兰王是一切罪恶源头，苏年则后悔不该为了一个系统任务答应帮女孩完成这个愿望。想到这个任务没有时间限制，苏年义正言辞道，我一口龙息将艾里兰王杀死也毫无意义，复仇这种事还要你亲自来才解气。苏年略施小计就唬住了女孩，可当女孩让他指明道路，苏年却显得有些慌乱。你现在已经有了非凡能力，所以为何不去组建自己的势力，当着艾里兰王的面摧毁他的一切？我自己组建势力。女孩瞬间顿悟，想到那些还在被奴役的底层人，如果给他们一个机会，那些人定会发起有力的反击。此刻苏年根本不知女孩在想些什么，女孩却莫名投来敬仰的目光。伟大的主人，请赐我一个名字。苏年指尖接触女孩额头，以后你就叫希瓦娜，希望你面对敌人能够沉着冷静。人生中第一个名字让女孩感到格外珍惜，可苏年这时却想回龙巢一走了之。系统突然提醒到未完成任务，无法开启传送法阵，宿主可自行飞回龙巢。苏年一脸傲娇，想要直接飞回。系统打开一张地图，提示红色标记为敌人。苏年冷汗直冒，我什么时候被包围了？系统告知他可切换真身降临，耗费系统点能将安娜一起传来。外面敌人最高战力仅为金勋骑士。此刻远处山头上一位黑袍大魔导士正密切注视着苏年的一举一动，提前布置了一把硕大的猎龙弩，并准备了铭刻着不同属性秘法的弩箭，其中最为致命的便是附带自动追踪的这根。塔拉然布置完这一切，便示意骑士提前出兵，摸到苏年附近埋伏。随后他下令发射猎龙弩箭，弩箭以每秒钟340米的速度飞行，直接穿破了苏年所在洞中的山体，但弩箭仍未停下。此刻洞中苏年觉察到异动，抱着安娜2人就往外跑，可刚到空中，翅膀怎么扇都飞不起来。原来塔拉然早就提前布置了净空魔法，失去飞行能力的苏年身体急速下落。这时猎龙弩箭径直命中，他忍着剧痛落地后保持平稳，反手将弩箭拔了出来。远处塔拉然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真是头蠢龙，不抓那2个女孩完全是可以躲过的。随后便命令士兵装上附带穿甲属性的弩箭，这一箭给我瞄准黑龙的心脏。这时提前派出的士兵已将苏年围住，他紧紧盯着对面，忽然发动龙息准备将众人一口气轰杀。结果骑士长仅凭一张小小的盾牌就轻松挡下了龙息。分散开来的士兵从不同方向对苏年抛掷锁链，苏年释放武装解除，想使锁链脱离，却发现锁链的每一节都加持了高阶进化术。原来一同前来的还有位牧师。就在这时，一道剑气从苏年身上划过，剧烈的疼痛令其发出阵阵哀嚎。落地后，苏年发现锁链竟自带延展性，很难挣脱，他索性用牙齿和锁链硬碰硬。骑士长深知锁链使用时间有限，立刻下令从3个不同方向围攻。苏年发现端倪后，死死护住胸口，做出防御姿态。骑士长见他放弃挣脱锁链，也要护住胸前红色水晶，便猜想那定是弱点，于是直奔而去。然而一刀砍下，黑龙毫发无损。苏年起身成功挣脱锁链，一声怒吼将众人连连击退。骑士长没想到一只普通黑龙竟有如此战斗力，接着他纵身一跃，你的反抗依旧没有任何意义。骑士长动用全身力量使出屠龙记，一道巨大能量化作利刃，分毫不差地命中了苏年，顿时令其瞳孔放大，剑光之中蕴含着大量同类的悲悯与愤怒。接着这些情绪竟全都被苏年吸入胸口，眼前不断闪过刀下亡魂生前记忆碎片。见此情景，他眼眶划过一股热泪。突然系统声响起，宿主已掌握新的龙炎王权。随着时间推移，剑气逐渐削弱，他将能量撕裂开来，硬抗一击。这下骑士长彻底没招了。只见苏年朝着空中一声怒吼，以自我为中心，周围100米产生了一道王者威压。这正是苏年发动的王权。进入区域内受到攻击后，苏年会与攻击者进行意志判定，攻击者只要意志低于龙魂意志，都将在无法对苏年造成伤害，而意志想要超过苏年，至少要比他高2阶才行。可这群人中最高不过是6阶金勋骑士，5阶苏年将会是无敌的存在。骑士长从背后飞身而来，这次苏年不再躲闪，眼神中闪过一丝杀气。下一秒，骑士长拖动残臂，示意众人快逃。苏年腾空再次爆发出一股威压，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尝尝我的超级龙息弹。可他突然变得不能动弹，不知何时头顶出现一个法阵，法阵之上是一位白发老者，此阵竟是艾里兰最强法师所施。空间禁锢，安古兹朝着众人呵斥道：陛下对你们很失望。安古兹打开空间隧道，示意远处友军释放猎龙弩箭。苏年口中汇聚龙息却不能释放，这一刻他开始变得恐惧。下一秒，安古兹下令释放弩箭，砰的一声，弩箭急速向苏年射去。就在这时，远处安娜感受到苏年召唤，
立刻传送到了他的身旁。看着急速飞来的弩箭，安娜开启水元素召唤之门，一双巨大的手从中伸了出来。这次安娜竟召唤出一只7阶水元素潮汐领主，可初到新世界的潮汐领主只顾着兴奋，导致来不及抵挡弩箭。好在安娜眼疾手快，借助潮汐领主力量将弩箭拦下。安古兹看着眼前毫发无伤的二人，简直不敢相信，小小一阶法师竟能召唤潮汐领主，没了空间禁锢魔法的压制。苏年一口憋了很久的龙息喷吐而出，安古兹反手磕下一瓶能加速身体各个机能的药剂，接着他大手一挥，开启一空间通道，轻松将苏年的龙息化解。安娜见状怒斥道：“任何伤害哥哥的人都不该存在！”背后浮现出的数颗火球让安古兹捏了一把冷汗，此等魔法天赋成为黑龙眷属，迟早成为人族心腹大患。随后他使出空间封锁，周围涌出的大量碎片化作一道道坚固的墙体降落到安娜周围。安娜用火球对着即将化为墙体的部分碎片轰炸，可仍然有很多急速下落靠近，顿时令其不知所措。很快安娜就被包裹。这时开启着王权领域的苏年一口气冲到了安娜跟前。王权领域的出现，安古兹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的法术技能正在被严重削弱。砰的一声，他空间封锁的区域冲出数颗火球，快速向他聚集。但安古兹并没有畏惧，凭借多年与魔物的战斗经验，他仍有信心将苏年击杀。这时苏年从空中快速袭来，安古兹反手利用法杖抵挡，可这次却没了那股窒息的压迫感。他猜想黑龙的领域并不能持续存在，于是立刻告知塔拉然时刻准备释放猎龙弩箭，自己会制造杀死黑龙的机会。说完，他凭空从苏年眼前消失，回头已出现在其身后。安古兹讥讽道：“真是野蛮的种族，只会利用自己原始的爪牙。”受到嘲讽的苏年立即汇聚龙息，结果安古兹左手画圈，将龙息所迸发出的能量尽数吸收，利用空间漩涡将这股能量进行法术逆转塑形，凝出了一柄盾牌。随后又开启一道空间漩涡，从中抽出了一柄长剑，决定和苏年近战，缩小活动范围，以此来为塔拉然提供弩箭击杀的机会。眼看自己的龙息成为对手的盾牌，苏年怒吼着冲了过去，看你的龙息盾印还是我的龙爪印。结果安古兹一个闪身，对着苏年左翼狠狠砍了下去。安娜见状立即使出研报术，并示意潮汐领主从安古兹背后偷袭。面对安娜火球和潮汐领主的攻击，安古兹却轻蔑一笑，一成不变的招数。说罢，他整个人遁入空间漩涡。安娜的攻击全部命中潮汐领主。怎么会这样？这时安古兹突然从空间漩涡中遁出，又一刀砍中了苏年的左肩。头一次和空间法师对战的苏年还是低估了他的能力，本以为加上安娜能轻松对付，看来是自己想多了。此刻另一侧山峰上，塔拉然逮到苏年思考的瞬间，再次释放猎龙弩箭。然而这一次却让安古兹惊呆了，原来苏年偷偷启用了气息密语，通过感知摸到了安古兹的行动轨迹。遗憾的是，这一爪触发了安古兹法袍的护盾能力，苏年将他牢牢攥在手里，直到远处猎龙弩箭飞来，他对准弩箭用力地将安古兹扔了过去，弩箭顷刻间就击碎安古兹的护盾，直击要害他当场殒命。艾里兰大殿之上，安古兹的石像逐渐开始碎裂，忽然猛崩塌，这声巨响立刻惊动了艾里兰王。他猜想一头未成年黑龙不可能杀自己的得力战将，于是掏出一枚金黄色铜钟，钟声一响，殿内瞬间出现3人。艾里兰王吩咐道：“给我查清楚安古兹的死因，还有将那头黑龙一并杀了，把会自动恢复的女人带回来。”失手杀死安古兹的塔拉然很快就被3人追杀，下一秒他发出一声惨叫，被捉回了大殿之上。塔拉然跪地解释道：“是黑龙控制住了安古兹，才被猎龙弩箭射死。”但艾里兰王根本不信，无情地将其拉入了监狱，接着便询问其黑龙和那女孩怎么没带回来。蓝发女子小心翼翼地回应道：“陛下，那个黑龙非常谨慎，我们赶到时他已逃走。至于那个女孩使用法阵通过血液追踪，没有查到，很可能已经死了。”此刻苏年正欲飞回龙巢，途经安留斯区域，发现这里已是一片尸海，每一块尸骨上都残留着魔法肆虐的气息，而这股气息正是来自水蓝星的玩家。苏年判断他们已经开始对这里的土著人发起了大规模攻击，于是询问希瓦纳周围可还有别的城池，随后一把火烧掉枯骨，前往最近的荧光城。可当苏年走后，枯骨却缓缓起身，形成了一只高阶亡灵。来到荧光城，苏年发现这里也已被攻破，城内建筑街道已面目全非，可从尸体的腐烂程度来看，不过2-3天。希瓦纳巡视一圈并未发现敌人，苏年立刻吩咐2人去白熊城，此刻很有可能正在打仗。白熊城中一把利剑从天而降，奥莱德挥动手中巨斧轻松抵挡。我们能守住吗？面对安留斯王的询问，他明知此战必死，却临危不乱。城在人在，城破人亡。就在这时，一名士兵来报，敌人正面冲锋而来，速度很快，下一秒水势如泰山压顶般迅猛汹涌，无情地冲击着敌人的阵线。原来安德莱早就在城后方挖出了一条沟壑，但敌人有水土2系法师，最多阻击5分钟。躲在暗处的苏年不禁感叹，白熊城士兵守得有模有样。希瓦纳突然开口：“主人，我们要救援消灭域外的入侵者吗？”苏年故作高深，现在时机未到。一名玩家突然朝着白熊城呵斥道：“真以为这样就能阻挡大樱花战士的脚步吗？”在安留斯王惊恐的目光中，敌人法师将河水冻结成冰，一口气冲到城内肆意屠杀，很快就杀到了安留斯王跟前，直接将其吓到小便失禁。
就在玩家手起刀落之际，希瓦纳闪身而来，竟徒手接下刀剑。这位人类的国王，你似乎需要一些帮助。唰的一下，希瓦纳将敌人掀翻，接着脚掌发力，从下到上划过敌人，当场失手分离。安留斯王只顾着感激涕零，奥莱德却谨慎地质问他是何人。希瓦纳直言，我是来救你们的，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奥莱德轻蔑道，就凭你救我们？我更感兴趣的是你口中共同的敌人。这时一名玩家正欲偷袭希瓦纳，结果却被一招抬走。希瓦纳回头看向奥莱德，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来自域外的玩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共同的敌人，艾里兰王。虽然奥莱德现在不知他是何来历，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准没错。我暂且相信你说的话，可眼下这番场景你也看到了，凭我们很难击退这些敌人。虽然以我的实力能独自离开，但失去这里将没有任何意义，我宁愿战死在这里。希瓦纳想起和苏年提前制定好的计划，此刻正是时机。只见其先是发出怒吼，接着洒下一腔热血，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纵身一跃来到白熊城最高处，天空中顿时电闪雷鸣。他大手一挥，沉睡在黑暗中的君王，以我之血召唤您来，一口气抹杀了1/3的玩家。看着自己的同伴被烈火焚化，镇长基诺见状吩咐众人采取近战，避免龙息伤害，结果被苏年利用庞大身躯生生压成肉泥。基诺见状冷汗直冒，这头黑龙比他想象中更加难产，于是反手骑上自家哥哥，下令撤退，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好的慢的则被苏年一口龙息轰杀。荒原之上，小黄鲲突然停下脚步，一股脑扎进了土里，抬起头，眼前是一团黑色旋风，嘶嘶响声回荡在耳边。基诺立刻挥动长鞭教训艾昆，结果他突然发怒，将其丢下。基诺刚想吐槽侵略点卖的都是劣质品，脚下碎石突然颤动起来，猛然回头竟是一群死尸亡灵。原来是苏年出入安留斯时所遇枯骨形成的那只高级亡灵，偷偷跟随他们去了银月城，并在苏年走后将城中尸体变成了亡灵。被缠上的玩家发出连连哀嚎，这时一名玩家深知逃不掉，竟煽动众人原路返回，把亡灵引到白熊城。但镇长级别的基诺坐拥各种特权，可不想浪费复活机会。然而刚走2步，系统就提示他被阴煞锁定，四肢不可动弹。随着亡灵越靠越近，他才认出这是银月城的死尸。可当看见裁缝铺老板女儿，他得意地笑出了声。卑贱的东西死后还想反抗不成？女士晃晃悠悠走到他面前，将手刺入小腹，一把抓下腹中死去胎盘，用力塞进了基诺的肚子里。系统当即提示他被植入死灵胎盘，无法通过复活解除，死因将在10小时后孵化，吸取基诺50%生命力，并随机摘除一个器官。紧接着女士掏出一把剪刀，咔嚓一声剪掉了基诺头颅。死亡骑士一声令下，所有亡灵再次疯狂进攻。白熊城墙之上，安娜现身击杀玩家残党。这时苏年注意到那道黑风，没想到荧光城的死尸竟能这么快转成亡灵。安娜开口，哥哥，我们要一并攻击那些亡灵吗？苏年推断这群亡灵成不了气候，于是便吩咐2人去安抚城中百姓，加固城墙，防止敌人反攻。安留斯王见希瓦纳击退敌军，竟厚着脸皮邀请他留下担任国师。可当看到一旁安娜，他脸色突然一惊，这精灵女孩不是1个月前用来诱惑黑龙的女奴吗？先不说她本就病入膏肓，被黑龙抓走是怎么活下来的呢？银月森林的黑龙和半龙精灵又是怎么回事？安留斯王心中顿时疑惑不解。这时空中突然浮现一个巨龙身影，还记得我吗？原来是这群亡灵击溃玩家之后凝聚出的怨念始终没能消散。而苏年恰巧看到这一幕，于是便想起了曾在莫里干沙漠一具枯骨上顺走的戒指，或许能吸收亡灵怨气。苏年注入魔力催动戒指，果然片刻间就吸收了大量怨气，亡灵们变得不再残暴嗜杀。可这位高级亡灵却显得很不乐意了，他挥动长剑释放一股威压，亡灵们吓得目瞪口呆。紧接着他释放全身怨气，戒指因吸收过多竟爆裂开来。苏年终究没能挡住亡灵们的进攻。安娜意识到情况不对，正欲使出加强研爆术将其一举消灭，结果却被城中一名老伯拦下。安娜担心误伤，赶忙收起法术，老伯却拍着胸脯说道，城下亡灵很像我的一个好兄弟，我想再确认一下。下一秒他来到城墙高处，大声询问道，鲍勃，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路德利，从小和你一起长大。闻言亡灵骑士瞬间顿住，鲍勃。此刻老伯已是泪流满面，你可还记得我们一起在澡堂子放水，偷看隔壁寡妇洗澡？一起。城下亡灵显得十分尴尬，挥手示意他认错了人，可却转身指挥亡灵离开，朝着樱花玩家新手村方向而去。白熊城这才侥幸保住。安留斯王疯狂拉拢2人留在城内，心里想的却是怎样利用希瓦纳扩张安留斯版图。这时苏年突然出现在空中质问道，你还记得我吗？安留斯王一头雾水。苏年将他用精灵诱捕黑龙之事一一道来，看着眼前这头5阶巨龙，安留斯王内心直打哆嗦。1个月前自己猎杀的明明是一头3阶巨龙，怎么可能提升这么快？苏年谎称曾被他追捕的黑龙是自己晚辈，随后以此为借口希望安留斯王拿出一些补偿。他顿时说不出话。补偿？下一瞬他俯身跪地，我愿赐予你安留斯护国神兽身份，受万民敬仰，与我地位同等。苏年一眼就看破了他的小心思，当即指着他呵斥道，我要的是你的国王，而不是做你傀儡。安留斯王被吓得眼泛泪花，并交出了国王的位置。苏年顺势掏出一纸契约，为了活命他只好含泪签下。
随着他一点点签下契约，系统声也跟着响起。根据宿主对安留斯国的掌握程度，奖励20万系统点，眷属希瓦纳将与你共同承担曝光度。对苏年来说简直是意外之喜。可很快系统又提示他并未掌握安留斯国。苏年没想到安留斯王居然不能完全支配国家，竟还傻到亲自外出征战。随后他示意希瓦纳同安留斯王一同回国都，并找机会游说战士卡莱尔加入，自己以后会去找他和安娜会合。说完便一路尾随亡灵大军来到了樱花2号新手村。亡灵们离开白熊城后，一路来到樱花2号小镇，而那位腹中被女士塞入胎盘的镇长基诺，现在每隔10小时就会生一次亡灵婴儿，狂干数瓶药剂都没能恢复，现在也只能勉强靠着小镇防守。因为小镇检测到有亡灵进攻后，提升了玩家们 20% 战斗力。有了这个机制，玩家们纷纷燃起自信。就在这时，城外亡灵骑士一声令下，所有亡灵一拥而上，骷髅领主爆发出恐惧之力，受到恐惧的玩家行动力大幅度下降。基诺立刻指挥牧师给全体法师释放净化技能，随后让所有法师集体进攻这具骷髅。远处苏年则打起了小镇核心碎片的注意，但系统却告知他核心碎片并非他一人专利，所有土著人皆可拾取。在得知帮助亡灵攻击玩家不会提升太多曝光度后，苏年便开启了屠杀模式。一口龙息突然从天而降，玩家的牧师团瞬间化为灰烬，直接打得镇长基诺措手不及。他立刻命令众人各自撤回各自房间。苏年本以为他们这是自寻死路，结果一轮龙息轰炸过后，房间竟还完好无损，这让苏年感到很是惊讶。莫非房屋是用能免疫魔法的特殊材料所建？苏年尝试用尾巴砸开屋顶，果然轻松打开个口子，亡灵如同洪水般涌入屋内，肆意追杀玩家。这时远处一间没人的料塔吸引了苏年的注意，他尝试使用气息密语探查，料塔之下玩家居然在挖洞逃跑，于是苏年直接堵在出口，对着洞内喷出一口龙息。地下惨叫声过后，一颗巴掌大的新手村核心碎片凭空出现。亡灵骑士看着核心碎片泛起了疑惑，苏年俯身而下，怒斥鲍勃远离，可鲍勃却一把抓住核心碎片，张大嘴巴塞进了眼睛里。苏年想抓住他把核心碎片倒出来，鲍勃体内爆发出一股死气，竟将苏年弹飞数十米远。透过那股死气，苏年看到亡灵们集体变成了一座墓园，眼看着核心碎片被鲍勃吸收利用，苏年内心很是不甘。下一瞬，巨大的骷髅手臂绝地而起，砰的一声拍向这座墓园，就这样消失在了苏年眼前。另一座玩家小镇系统声响起，世界 BOSS 地图已标记， BOSS 名称死亡领主鲍勃卡尔伯格。此消息一出，各地区玩家纷纷开始行动。另一边，安留斯王营帐外，希瓦纳突然从天而降，原来他是奉苏年之前的命令来拉拢卡莱德，他早早就猜到卡莱德不会同意。紧接着希瓦纳质问道，是因为你的儿子吗？卡莱德可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些，立刻紧张了起来。希瓦纳摇摇头，他曾在艾里兰王私人审讯室内听到一位少年用卡莱一族的语言说过卡莱德的名字，闻言他逐渐开始激动。当希瓦纳从口中说出几乎没人能从审讯室内活着出来，卡莱德激动到甚至想捏死希瓦纳。如果那位少年死了，你是怎么出来的？只听希瓦纳嘴里强行挤出一句，因为我是艾利兰王的私生女。只因希瓦纳在艾里兰王的审讯室内听到过一位少年用卡莱一族的语言喊过卡莱德的名字。希瓦纳本想以有共同的敌人为由邀请卡莱德加入苏年麾下，不曾想他却变得如此懦弱。希瓦纳见其难堪大任，转头就走。这时卡莱德竟站起身来同意了邀请，但有个条件，没见到自己儿子之前不会和艾里兰起冲突。希瓦纳露出一抹微笑，你只需要帮我们训练士兵，你的儿子我会亲自派人去打探。3天后，安娜和苏年等人齐聚安留斯王都，安留斯王接驾来迟，苏年便让他上供金银珠宝，结果二人扫视大殿一圈，竟无一宝，原来是王后为了避难偷偷带走了宝物。安留斯王显得有些尴尬，随后便带苏年来到自己的私人小金库，可他却根本不想把宝物交给苏年，因为他曾花费9牛2虎之力都没能打开箱子，此次献出不过是做样子。然而苏年只是轻轻一划，宝箱中顿时涌出大量5颜6色的宝石，每一颗镶在龙角上都非常合适。安留斯王见宝箱中都是这等宝物，内心十分不爽，于是借着准备晚餐的理由离开。苏年则吩咐希瓦纳悄悄跟着。安留斯王快马加鞭来到一处山脉，嘴里不断夸赞王后提前转移了财产。希瓦纳一路尾随跟来，这里还藏着一处营地，帐内传出的阵阵嬉戏打闹声，瞬间令希瓦纳脸色羞红。安留斯王下马竟被一小兵拦下，其理由则是王后现在不太方便。他当即怒斥道，那是我的王后，想什么时候见还需等待。下一秒他骑马一路硬闯，不慎被门口2名守卫拦下，整个人直接栽进了帐内。抬起头竟看到王后正在和昔日的手下热吻，见这一幕他内心犹如晴天霹雳，这不可能。反观王后内心不仅毫无愧疚，竟还下令杀死安留斯王。男人手起刀落，千钧一发之际，希瓦纳突然闯入帐内，紧接着一道利爪划过，扑哧一声，男人倒地。希瓦纳舔舐着指尖鲜血，要让你失望了，他现在还不能死。王后尖叫着让护卫把他赶出去，殊不知门外守卫皆已被清除。王后黑着脸说道，你把他们都杀了。希瓦纳挥手示意，不听命令的麾下自然没必要留着，想必国王也没什么意见吧。安留斯王只觉得现在的希瓦纳比那群亡灵还可怕，王后才不管他是什么怪物，
趁他们说话的瞬间提起匕首，爆发出全身之力冲向毫不知情的希瓦纳。安留斯王刚想发出提醒，结果王后一刀下去，黄金匕首竟断成碎片。原来希瓦纳在被苏年救起时就以和龙血完美相融，早早就拥有了龙的鳞甲皮肤。他一把掐住王后呵斥道：下辈子找个结实点的武器。只因希瓦纳跟随安留斯王外出时，苏年吃上了王都的建国石块，在其怂恿下，安娜更是一块块给他喂到嘴里。等到希瓦纳等人回来时，原本富丽堂皇的城堡竟凭空消失。反观苏年最后一块建筑材料都不放过。安留斯王见到这一幕，当场气晕了过去。苏年则因吞噬3000吨岩芯石料，速度下降了 5%， 但鳞甲防御能力随之提升了 150%。随后苏年询问系统，现在可否能挡下猎龙弩箭一击？系统却告知他需要强化洞察术才能具体分析。拥有57万系统点的他大手一挥，直接升级别跟叶客气。结果系统一口气耗费15万系统点，将洞察术升到了最高级。苏年刚想开骂，系统就解释这也是为了更快帮他分析。经过分析，目前苏年铠甲最高承受7阶职业2次全力攻击，6阶可承受全力一击3000多次，5阶至少7万4阶免疫。猎龙弩箭仍可将苏年杀死，只是降低了死亡几率。想到艾里兰王是8阶战士，这样还是不行。若是能消除与安娜建立羁绊的负面状态，或许还有一战之力。于是苏年又被系统坑了25万系统点强化心脏。一阵耀眼的白光过后，希瓦纳感受到他全身力量发生了质变。苏年喘着粗气，准备花光全部系统点强化自身，系统却提醒他可花费10万系统点，将地下城移动至安留斯王宫下方。建国后在此之上能解锁更多权力。苏年一咬牙将地下城搬迁至此。在搬迁的过程中，系统不断发出警告：宿主双心脏身体技能过载。原来是苏年体内为安娜准备的黄金果，因为刚刚的强化快速长成了心脏。地下城搬迁过后，苏年便为女巫发信息换心。很快女巫乘着猫叫赶来：神龙大人，你确定这样做吗？苏年示意他尽快开始。此时安娜还一头雾水，开始什么？下一秒女巫朝着安娜挥挥衣袖，安娜嗅到淡淡清香，立刻晕了过去。紧接着女巫点燃一根安魂香，苏年冒出一股冷汗，这么小对龙来说管用吗？闻言女巫低下了头，这是给妾身用的。就在这时，苏年忽然发现她竟紧张到腿抖。苏年冒昧地询问她是第几次做心脏移植，结果女巫竟是第一次，之前也只是在别人手术室观摩。苏年猛叹一口气，不就是开膛破肚吗？女巫摇摇头，现在只要一个仪式即可。起初她还担心心脏移植后苏年会死亡，可当她仪式开启，将手掌伸入苏年体内后，才发现其体内有2个心脏。不知何时女巫手中多出个纸人，此刻苏年不痛不痒。女巫催动某种秘法将纸人丢出，她体内突然传来窒息的疼痛，而纸人进入安娜身体后，体内爆发出一股能撕碎空间的能量，仿佛给女巫脖子上套上了枷锁。这是安娜体内的恶魔之力。她颤颤巍巍地退后2步，突然紧闭双眼，集中全部精神力量，看到了恶魔的整体面貌，正迅速伸出手冲自己而来。这时女巫猛地睁开双眼，厉声呵斥道：嚯！恶魔发出惨叫，瞬间开始溃散。这时苏年也收到 debuff 移除的消息，现在的他距离成年巨龙只差临门一脚。女巫示意苏年心脏移植成功后便辞退。另一边黑龙哨所内，付出19条生命才击败豺狼人 BOSS， 最终只有金大日一人得到了奖励。返回时却被苏年拦住去路，他尝试用剑戳了几下，竟错把苏年当成某种稀有颜料，立刻萌生搬回去打造装备的想法。由于块头过大，他便想着击碎方便携带，结果一刀刀下去划痕都没有。金大日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使出鉴定术，发现是5阶变种黑龙，当场紧张到说不出话。苏年朝着他喊话道：吾这里需要一些人类种土豆，你可愿意？当金大日眼前弹出是否接取的按钮，想都没想他当场就接下来任务。初始阶段苏年会给他10枚银币去买种子，另外附赠一柄普通长剑作为挖掘工具。闻言金大日询问苏年去哪耕种，心想购买土豆种说不定还会有个 NPC 商店，届时兴许还能在 NPC 商店里买到侵略者商店买不到的东西。结果苏年丢给他一些土豆，愚蠢的人类当然是从我这购买了。紧接着苏年向他发布2阶段任务，1个月内种出100斤土豆。说完便吩咐狗头人将其拉去农场。苏年地下宫殿搬迁至此完成建国后，通过系统面板得知这里不仅居民贫弱，科研技术水平还落后，系统更是评价为鸟不拉屎的弹丸之地。苏年一阵无语，这是又被系统坑了。但好在国内还有核心基建。苏年点击后看着各项建筑，除了王都名媛公馆发展优秀，其他全部落后。就凭这种状态拿什么和艾里兰帝国打仗？于是苏年连夜召开建国后的第1次会议。新皇上任3把火，吾在安留斯的地位各位都清楚吧？若是我不在，你们该听谁的？白毛小哥反应迅速道：听国王的。结果惨遭苏年怒斥：吾不在时你们要听安娜和希瓦纳的，其次才是国王。看看这满目苍夷的街道和房屋，从今以后以吾立下的规矩为准，吾一向仁慈，希望你们好好配合工作。你们可知道哪里有矿脉？小光头跟国王抱怨道：难不成这巨龙真想留在安留斯发展？国王显得十分慌张，因为国内的2条山脉，一条常年被欧吉拉尔国霸占，另一条也在前不久被蜘蛛群荡成了洞穴。苏年忍不住吐槽他是个废物国王，
怪不得王后会跟人跑掉。次日，曾在银月森林被苏年俘虏的玩家纷纷收到消息，完成黑龙任务可恢复自由身，成为帝国公民。苏年发布的每一个任务，对于玩家来说奖励都很丰厚。就在一名玩家完成厕所的修建后，系统检测到城市环境达到1级文明，随即奖励了一座建筑暗黑兽栏。苏年示意系统将建筑放置王都门口，紧接着便要拉着安娜去欣赏霸气十足的暗黑兽栏。结果两人到时只有一根木桩，让苏年在安娜面前丢进了龙脸。系统之所以显示待修建，只因建筑系统不能直接生成，而是会受苏年行为影响生成的唯一性建筑。完成后可招募高血统暗黑兽人。苏年当即给玩家下发收集材料的任务。这时周围突然传来一阵烤肉的香气，身后安娜竟在烤乳猪。没想到上次完成心脏移植，竟让安娜学会了龙息。几小时过后，玩家带着暗黑兽栏的材料接踵而至。苏年一股脑将材料全都丢进建筑区。就在他疑惑多久建好时，系统突然提示建造完毕，地面掀起一阵巨大烟尘，圆形建筑逐渐暴露在众人眼前。根据系统示意，苏年继续往里面添加材料。安娜总觉得熔炉有传送阵的味道，但又不完全是。很快熔炉内传出哒哒脚步声，是个长着2根牛角、面色凶狠的兽人。他径直走到苏年面前。暗黑兽人为主人而战。就在苏年打造出暗黑兽人后，立刻将目标锁定为欧吉拉尔国所占领的矿脉。他先是让希瓦纳去通知豺狼人精锐，然后吩咐加入苏年的玩家们前去打探情况。可金大日刚一到矿区附近，就被逮个正着，并押回了地牢。随后小腿一摇，吓得跪地求饶：“我有一老一小，只要能活命，我愿成为你们的俘虏，为欧吉拉尔而战。”闻言，克罗比特质问道：“你真的只是强盗，诚心想加入欧吉拉尔？”当听到金大日确切的回答，克罗比特笑成了眯眯眼，突然又脸色一黑。原来他根本就不信金大日的话，不仅将其绑在椅子上，还找来魔导士库里恩为其洗脑，探查他究竟是何原因来山脉。结果库里恩却告知他，洗脑有极大可能将人变得痴傻。克罗比特则一意孤行，示意继续。一旁金大日可坐不住了，库里恩刚一伸手念出密语，他立刻呵斥道：“如果我傻了，你们永远都问不出我的秘密。”克罗比特立刻示意库里恩停手。金大日松了一口气，这里人多，你靠近些，我怕有人偷听。等到克罗比特靠近时，他突然大声喊道：“秘密就是我是你失散多年的父亲。”受到羞辱的克罗比特挥手就是一剑，但很快金大日又从安留斯广场复活，恰巧看到苏年正在训斥同胞，只因他们从矿场回来没获得一丝情况。金大日赶忙上前解围：“陛下请不要责罚他们，我们是一个团队，我已探知矿区最高战力是银勋骑士。”紧接着又现出一堆从路上捡回的硬币。苏年对此很是满意，并觉得他是个可塑之才，赐予了他异域管理者的身份，主要管理被俘虏的玩家。次日，苏年带领魔物来到矿脉，众人徘徊在矿脉入口。希瓦纳下令封锁周围，紧接着安娜施展研爆术，配合上苏年龙息，当场就闹出了不小的动静。正在睡梦中的克罗比特突然收到敌人来犯的消息，看着安娜和苏年肆意攻击的场景，他捏了一把冷汗，竟是一头成年巨龙。他想不明白为何巨龙会盯上这小小的矿脉，手下劝他快走，因为面对巨龙毫无胜算。但身为骑士刻在骨子里的责任不允许他这么做。就在这时，天空落下龙息，瞬间焚化一名士兵。克罗比特立刻将骨子里的责任摒弃，带头逃跑。殊不知卡莱德早早埋伏在前，他下令准备拼死一战，结果被卡莱德一击命中要害。另一边，苏年等人进入矿区后，才发现这里有被抓来的村民，夜以继日地为欧吉拉尔开发矿石。安留斯王见到这一幕，怒斥欧吉拉尔不守信用，明明已经割地，但还在迫害平民。他以血明志，恳求苏年带领安留斯走向富强，不再受人欺压。如他所愿，次日苏年举行登基仪式，正式成为被安留斯人民接纳的皇帝。钟楼传来一阵声响，加冕仪式正式开启。以安娜为首的3人分别送来皇冠、象征王权的法杖和宝剑。苏年更是举办宴席与民同乐。安娜穿着一身淡蓝色艳服，我给哥哥跳支舞吧。她纵身一跃来到苏年掌心，她像风一样翩翩起舞，舞姿如流水般轻盈，一双美眸时不时望向苏年，眼神中透露着深深的爱意，瞬间将苏年迷得神魂颠倒。安娜却突然询问道：“我想要哥哥再次化成人形可以吗？”虽然这事有点难办，但必须要办。苏年不仅花费5万系统点刷新商城，更是8万直接拿下化形药剂。安娜见此当场遣散晚宴。苏年睁着2大眼睛，明明不困，安娜非要说他困了，然后硬拽着他回到黑暗君王宫殿。服下药剂后，苏年发现竟能维持15个小时。他穿上衣服转身扑向安娜，却扑了个空。再次抬头才发现安娜穿着一身红衣。哥哥我美吗？苏年瞬间小脸通红。这时安娜扑了上来，贴着他耳边细声道：“抱我。”闻言他将安娜紧紧搂在怀里。哥哥爱我吗？接下来的事大家不爱看，呆呆熊就替你们先看了。另一边地穴魔珠矿穴，6阶魔物致命珠正在吸食男人精血。这时手下突然来报，有一群法师人类闯进了矿山。此刻苏年训练的军队已初具规模，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苏年训斥到：“一群魔珠抢了我们的云铁矿山，是对我们威严的挑衅。”他腾空一声咆哮，随无出征。很快苏年等人来到矿山，通过气息密语探查，地下蜗居着大量蜘蛛群。狗头军师建议
派出善于奔跑的狗头人诱敌到陷阱处，结果被苏年一口回绝：“你们只需要正常作战即可。”已知苏年体重1万吨，飞行高度300米。根据自由落体公式 ，h 等于1/2 gt 的平方，速度 v 等于 gt， 那么瞬时速度可爆发77米每秒。假若以 0.1 秒的时间冲向地面，砰的一声，矿山外部苏年砸出数米大坑，致命珠当场被掉落的石块砸晕，蜘蛛群被砸得四处逃窜。躲在洞外的苏年一口龙息喷吐而出，魔物们也跟着发起了冲锋。致命珠醒来后发现不过是一头体型稍大的5阶巨龙罢了，随后立刻摆出战斗姿态质问苏年为何要攻击矿山。苏年直言让其滚出安留斯的矿山。受辱后，致命珠手中汇集一道能量，尝尝我破坏死光的厉害吧。看着这头横冲直撞的5阶蠢龙，致命珠料定他扛不住6阶的全力一击，结果命中他竟毫发无损，反而被苏年巨大化的龙爪一击剁成了烂泥。但苏年并没有让其这样死去，而是向其心脏浇灌了一滴精血，建立契约。致命珠很快长出了新的躯体，身体小部分区域逐渐融化。还没来得及高兴，苏年就一脸坏笑地走了过来。原来致命珠来自幽暗地狱，名为亚莎，不过是暗夜精灵长老莱斯卡利的一边之者。而他之所以会和苏年争抢矿脉，是因为暗夜精灵与矮人一族战争频发，需要矿脉锻造武器。苏年本以为暗夜精灵会没空理会矿脉一事，不料亚莎早在3天前就已派人请求援军。苏年一阵无语过后，真想一巴掌拍死他。若是暗夜精灵援军一到，还真是个大麻烦。但好在他们还不知亚莎已投靠苏年，还有操作的空间。苏年示意亚莎等援军到达后，告知他们自己和人类战的两败俱伤。亚莎不解，这是要自己带领暗夜精灵攻击城市吗？这时苏年却从系统兑换出强力浓缩快乐水，直接丢给了亚莎。下一秒他体内传来一股难以压制的感觉，光是一闻就有这么强的功效。苏年着实没想到，随后他让亚莎用绷带缠绕，等到时机合适时稀释下给暗夜精灵喝下。幽暗地狱塞弗曼大峡谷，暗夜精灵猎人军团首领行军途中发现道路被碎石堵住，而碎石正是苏年进攻矿脉时所砸落下。马瑞拉立刻唤出英俊哥布林疏通，此刻苏年已命令蜘蛛群将矿石搬运回谷。离开的这段时间，安留斯皇宫已被重新修建。就在其得意的布置宫殿时，一名男子壮着胆子拦在了路中央。原来他是一名冒险者，想恳请苏年救助身患重疾的伙伴。这种小事情苏年根本不想管，因为他在医疗站安排了每天工作22小时的牧师。接着男子一句话让苏年打起了12分精神。我同伴身中猩红腐败。根据巨龙意志的传承，在巨龙一族昌盛时，人类国王只是巨龙的傀儡，但却因艾里兰王一世和坎瓦科两位国王彻底扭转。为了与巨龙对抗，他们不惜成为腐败之神的信徒。在腐败之神的帮助下，坎瓦科将带有腐败力量的食物献给巨龙首领，吃下后巨龙成为全身长满肿瘤散发腐败气息的怪物，最终不治而亡。拥有腐败神性的坎瓦科最终也难逃命运，故而人们将腐败并称为猩红腐败。这让苏年也感到十分棘手，他立刻示意男子带自己去见其伙伴。等到他赶到住所时，女人已将金大日咬得浑身是伤，全身各处像喷泉般四处喷血。为了活命，他只好不停地喝药剂，因为出血量异于常人，男人竟怀疑金大日是恶魔。等到苏年带着安娜赶来时，他冲着苏年喊道：“我发现了恶魔的奸细。”恶魔奸细是什么鬼？直到看见四处喷血的金大日，他才明白。安娜上前查看，发现女孩被转化成腐败者。紧接着他立刻使出高等进化术，一道道精纯富含净化气息的能量冲入女孩体内，她浑身散发着黑气，变得狂暴不堪。原来是净化术正在洗去她体内的污秽。很快女孩发出一声尖叫，安娜趁机使出治疗术，被治愈后因虚弱女孩晕倒在地。